绝顶高手逼至绝路，他燃烧全身先天真气，同归于尽。坠入悬崖那一刻，竟然再次听到了早已夭折女儿的声音。大雪山上风雪交加，9大门派的高手罕见齐聚，武当典仓与峨眉全数赶来，连世间12尊中的剑帝、刀帝和枪鬼也都来到了这里。加上少林寺方丈武虚大师，整整4位绝顶高手同时出面，众人可以说是做足了准备。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表面上声称是为了平息血灾，真实动机不过是为了那人的绝世武功。悬崖边的2人看着远处的围剿，认为那人今天绝不可能活着离开。在世人眼中，那人虽曾除掉诸多恶名昭彰的魔头，却也斩杀过正道的高手名宿，甚至差点灭了剑圣门阀，逼得对方不得不封山10年。同伴觉得他滥杀无辜，死有余辜，斗笠男子却质疑起正道的动机，纯白的名义背后可未必真的干净。从困惑中醒来的于云辉看着眼前满地的鲜血与尸体，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耳边传来正道高手的呵斥，怒骂他是个滥杀无辜的血魔，要他为染血的武灵付出代价。听着眼前的指责与喝骂，于云辉这才终于清醒过来，记忆也浮现出当年平静的时光。过去他曾拥有过幸福的家庭，可妻子不幸因怪病撒手人寰。后来的一场武林纷争，更是将战火蔓延到了他的家，连年幼无辜的女儿绿也葬身在了大火之中。失去一切的他走上复仇之路，不论属于正道、邪道还是魔道，只要是作恶的败类，全都沦为了他的剑下之鬼。在他杀尽无数渣子之后，武林中人却反过来称他为血魔，将他的复仇官上写在恶名，实在可笑至极。面对眼前的正道名门，于云辉紧紧握住剑柄，年幼无辜的女儿又有什么错？真正该赎罪的是这群伪君子，包含武虚在内的顶尖高手，将他死死包围，质问他身为武神传人，却掀起无边血海，难道就不怕愧对苍天？于云辉却冷冷回应，自己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那些被杀的全都是该死的败类。这群正道不仅互相包庇罪行，居然还有脸高高在上帝审判他。他怒斥这群伪君子，将所有罪过全都扣在他头上，该感到羞耻的明明是他们自己。正道高手刚准备动手，却被同伴当场拦住，提醒对方他是唯一学会武神神功的人，不如先活捉逼问秘籍下落。看着这群满口仁义道德，到头来却只关心私利的人，于云辉彻底感到恶心。他缓缓握紧剑柄，决定将现场所有人斩尽杀绝，周身轰然爆发狂暴的内力。面对迎面扑上来的高手，他直接悍然挥剑，凌厉的剑光横扫全场。正道高手根本来不及招架，瞬间便被斩杀当场。眨眼间，围攻的人接连倒在血泊之中。于云辉手握滴血的长剑，冷冷地看着剩下的人，让他们一起放马过来。同伴的惨死让剩下的高手彻底暴怒，叫嚣着绝不让他活着离开。2人一左一右全力杀去，其中一位老者使出带着雷霆的剑招，企图将他当场绞杀。面对迎面袭来的夹击，于云辉却只是冷笑一声，站在原地轰然凝聚内力。这反常的举动让冲上来的2人脸色骤变，内力全面爆发，强大的气浪瞬间冲破2人的夹击，将他们重震飞出去。兵器脱手扎入雪地，2人重创倒地，胸前已被鲜血染红。被打退的高手满脸不敢置信，没想到2人的全力合击竟被他一招正面瓦解。这就是传闻中的武神神功。强敌顺势腾空而起，挥舞兵器直取于云辉的要害。于云辉侧身险险避开，强敌见状毫不停歇，借势变招，再次劈出极为凌厉的一击。这一击直接撕裂防御，重重斩在于云辉身上，将他瞬间重创倒飞出去，大口吐血瘫倒在雪地上。对方收招缓缓走近，看着内力耗尽的于云辉，要他交出武神秘籍，只要说出秘籍下落，就能留他一条性命。重伤的于云辉绝不妥协，哪怕自身内力已经耗尽，他也绝不甘心就这样倒下。为了反扑，他不惜直接燃烧先天真气，将全身力量灌注在兵刃之上，狂暴的气焰轰然炸开，散发出同归于尽的恐怖力量。这股内力逼得众人大惊失色，连周围的高手都急忙退避。他全身被烈焰包裹，带着绝死一击劲直向强敌杀去。旁观的高手见状大惊，想要抢在他出手前拦截。2股狂暴内力瞬间正面轰在一起，炸开可怕的冲击风暴，绝死一击被强行粉碎。于云辉大口吐血，跌落悬崖。看着崖顶的众人，他心中满是不甘。如果能再多给1年时间，就能亲手为家族报仇。带着对女儿的愧疚，他闭上眼坠入深渊。本以为一切都已结束，可就在意识即将消散时，一双手却紧紧握住了他。当他再次睁开眼睛，女儿正趴在床前叫他起床。门口也传来了妻子的声音。女儿开心地跑过去，扑进母亲怀里，看着眼前失而复得的至亲，于云辉这才恍然明白，自己竟然回到了妻儿离世之前。平静的日子过去了几天，眼前的一切依然如此真实，可于云辉心中却感到难以置信。自己明明已经惨死在悬崖边，怎么可能重新回到过去？若是正道高手设下的阵法或幻术，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他紧握双拳，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重生了。但如果未来的轨迹没有改变，眼前的安宁根本维持不了多久。为了不让当年的悲剧再次发生，他必须先去完成一件最要紧的事。他收拾好行囊，准备远行2周。妻子贴心准备好路上的干粮，叮嘱他安心去办正事，并要他早日平安归来。正准备告别出发时，女儿绿从母亲身后探出小脑袋，天真的问能不能带她一起去。于云辉蹲下身耐心安抚，承诺回来时会给绿带好吃的。绿这才高兴的答应，叮嘱他路上小心。告别了妻女，于云辉背起行囊，独自踏上远行之路。
他绝不能让当年的悲剧重演。可如今重生的只有他的灵魂，前世身为血魔，那横扫武林的力量，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为了对抗未来的悲剧，他必须掌握足够强大的力量。他来到山林深处的山洞，背着行囊，艰难爬过狭窄洞穴。当年他只是一介普通书生，却能在高手如云的江湖掀起腥风血雨，成为世人闻风丧胆的血魔。这一切正是因为他是世上唯一找到那个人的人，史上最强高手武神贺宗后。当年失去女儿绿之后，他一路追查烧毁村庄的凶手，终于找到了幕后掌门。可那时他不过是一介普通书生，贸然偷袭，不仅没能报仇，反而被对方打成重伤。在被围捕追杀的绝境中，他无意间逃进了这个山洞，这才侥幸保住一条性命。如今重新回到这里，他只希望当年见到的那个东西还能像上一世那样再次出现。他刚走到山洞深处，盘腿打坐的贺宗后遗骸掌心之中，居然再次凝聚起耀眼的金色光球。上一世他重伤误闯进来时，这颗光球就曾凭空显现，仿佛早就在这里等候他的到来。而这光球里蕴含着的，正是武神贺宗后毕生的绝技与内力。他毫不犹豫地伸手，将那颗蕴含着武神绝技的金色光球缓缓引入体内。光球刚一融入胸口，一股极其恐怖的狂暴内力便在体内瞬间横冲直撞，撕心裂肺的剧痛再次袭来。但这一世他绝不能在这里倒下，为了守护妻儿，他只能死死咬牙，强行忍耐。在这股狂暴力量的冲击下，他仰天爆发出一声痛苦的狂吼，狂吼声在山洞中久久回荡，伴随着武神内力的强行融入，一幕血色惨象也在脑海中隐隐浮现。乌鸦盘旋在尸横遍野的大地上，无尽的哀嚎遍布人间。重伤倒地的白发邪人发出疯狂冷笑，叫嚣着这一切绝不会就这样结束，黑暗中将再次降临。当那一天到来，整个世界都将被黑暗彻底吞噬。幻影消散，于云辉猛地从昏迷中惊醒，大口喘着粗气，不知道自己在山洞里昏迷了多久。刚才那一幕实在过于逼真，绝对不只是一场梦。可上一世他从没见过那种惨状，难道那竟是武神贺宗后留下的记忆？虽然重演的人生充满了变数，但他感受着体内汹涌奔腾的力量。这一世他再次成功融合了武神毕生的绝技，上一世他只练到神功第二重，就已是震慑武林的血魔，如今彻底融合武神毕生绝学，实力早已脱胎换骨，这才是改写未来的真正筹码。狂暴内力再次震碎了衣裳，好在有上一世的经验，他熟练地换好一身干净衣服，背起行囊，他向贺宗后的遗骸躬身抱拳。有了这股力量，这一世终于能守护好妻儿。默默许下重恩必报的誓言后，他不再停留，径直迈步走出了山洞。阳光重新洒在身上，他抬头看向远方的山林，不再有丝毫犹豫。他脚下猛然发力，狂暴的气浪瞬间在脚下炸裂，整个人犹如大鹏展翅腾空跃起，凭借着全新融合的绝世内力，在林海树梢之上疾驰掠过，以极快的速度朝家的方向赶去。因为在山洞吸收内力意外昏迷，让原定半个月的赶路行程整整耽搁了2天，他只能全力加快脚步。与此同时，在他定居的素旦村里，妻子正带着绿一起出门，热心的乡亲们纷纷主动打招呼，村里到处洋溢着宁静与温馨。集市上的摊主阿姨拿出一串糖葫芦送给绿，绿开心接过糖葫芦，礼貌致谢。母亲向摊主道谢时，对方打听起绿父亲的去向，得知他去邻村办事后，便好心提醒母女俩今天早点回家。摊主压低声音透露，那些专门强收保护费的恶霸，恐怕今天又要来村里闹事了。话音未落，一伙凶神恶煞的汉子已经气势汹汹地出现在集市上，恶霸将一名村民踩在脚下，强逼大家按月缴纳保护费。被踩的村民义愤填膺，当面质问这根本就是勒索，村里不需要这群混混保护。一句混混彻底激怒了恶霸头目，他反手拔出腰间刀剑，眼看就要出人命。老村长吓得连忙冲上前拉住恶霸，表示愿意奉上所有的钱，只求他息怒放过大家。拿到钱后，这伙恶霸才大摇大摆的离开，临走前还不忘嚣张的出言威胁。目送恶霸们嚣张离去，妻子心里充满了忧虑，丈夫外出至今没有音讯，村里又多出这伙混混闹事，她只能祈祷千万别出意外。为了安全起见，他连忙拉着绿准备回家。一阵风忽然吹过树梢，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抬头朝树上喊了一声爸爸。高处的树枝上，于云辉早已一路疾驰赶了回来，背着行囊隐匿在树叶后，默默注视着下方的母女俩。而另一边，敲诈成功的恶霸们正满脸得意地掂着沉甸甸的钱袋。得手的恶霸们走在林间小路上，正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他们不仅要把村里的钱财榨干，还打算把年轻女子送去山寨，再把男人们全卖去当奴隶。话音未落，于云辉突然出现在小路前方，直接拦住了这伙人的去路。他冷冷地给这群恶霸下了最后通牒，只要现在回去把钱还给村民，恭敬道歉，并发誓再也不来，就能捡回一条命。可敲诈惯了的恶霸们根本没把眼前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反而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站在原地嚣张地大笑起来。领头恶霸嚣张地伸手戳着于云辉的胸口，嘲笑他才是最需要被保护的人。然而话音未落，于云辉直接重重一拳砸在恶霸脸上，恐怖的力道瞬间将恶霸打得倒飞出去，瘫倒在地，当场昏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身后的同伙彻底看傻了眼，见同伴被打倒，剩下的恶霸恼羞成怒，拔出刀剑挥舞着砍了过来，叫嚣着要让于云辉偿命。面对蜂拥而上的敌人，于云辉依旧气定神神地站在原地。迎面冲上来的恶霸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瞬间全部击倒。于云辉冷冷地收回手，可惜自己明明给过他们活命的机会，
看着手下眨眼间全被击中要害倒地，恶霸头子吓得瘫坐在地，对方出手的速度快到他根本看不清。于云辉一步步朝恶霸头子走去，恶霸头子颤抖着问他究竟是谁。于云辉低头俯视着对方，淡淡的开口解答。他表明自己只是村里的教书先生，如今只剩恶霸头子一人，问对方现在打算怎么做。到了夜晚，恶霸头子老老实实回到村里，双手奉还了抢来的钱袋，五体投地跪在地上疯狂道歉，甚至嚷嚷着要把身上的衣服也全部脱下。见村长上前劝阻，他连忙起身，头也不回的仓皇逃跑，边跑边喊着自己已经还钱道歉，发誓以后再也不敢踏进村子半步。村长捧着退回的钱袋，完全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在村外的树林深处，恶霸头子一路气喘吁吁的跑来，停在背着行囊的于云辉面前，表示自己全照吩咐做了，颤抖着问现在能不能放他离开。于云辉冷声反问对方要去哪，恶霸头子连忙哀求，说自己准备远走高飞，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于云辉听完只是冷冷的看着对方，眼神瞬间变得阴暗，低声质问对方真的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吗？恶霸头子吓得跌坐在地，完全没想到身份会被识破。其实于云辉早已看穿了一切，在前世这伙恶霸不仅洗劫了村子，还把所有村民都卖去当了奴隶。虽然几个月后武林盟铲除了这伙人，但村子早已被彻底毁灭。这一次于云辉绝不会让悲剧重演，犯下的罪行必须付出代价。于云辉一步步逼近瘫倒在地上的恶霸，有些人永远都不可能会改变。恶霸头子这才彻底明白，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下活口。随着一声闷响，这伙潜藏的危机被彻底解决。处理完隐患后，于云辉背着行囊回到了家中。正在地上玩耍的绿听到脚步声，惊喜地跑过去扑进父亲怀里。看到丈夫安全归来，妻子也赶忙走出房间，问他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回来。确认丈夫毫发无伤，妻子松了一口气，问他是不是路上耽搁了。于云辉连忙解释，说是求教的门生比预期要多，这才耽搁了行程。绿在一旁奶声奶气的打趣，下次再晚归妈妈可要打人了。本以为只是虚惊一场，妻子看着丈夫，却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眼前的丈夫和离家前似乎有些不一样。她凑近仔细瞧了瞧，不仅发现丈夫的皮肤变得极其光泽，连身材都长高变宽了不少。于云辉只能尴尬的打着哈哈。虽然他极力隐藏了内力气息，但脱胎换骨带来的肉体变化根本藏不住。妻子捏着他的脸颊打趣，绿也在一旁开心的跟着揉捏起来。妻子笑着逼问他到底干了什么，绿也在一旁小声嘀咕妈妈生气了。于云辉刚想开口辩解，肚子里就传出一阵响亮的咕噜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妻子忍不住笑了出来。刚才压迫感十足的气氛顿时荡然无存，他连忙关切地问于云辉有没有吃饭。绿也拉着父亲的手嚷嚷着快点进屋。妻子心里明白，丈夫虽然瞒了些事，但绝不是轻举妄动的人。既然他不想说，自己便安心等着他主动开口。他招呼着于云辉赶紧进屋，说早就做好了他最爱吃的牛肉汤。于云辉高兴地准备跟上去，脚步却突然停了下来，神色瞬间变得凝重。仔细探查下，竟发现妻子身上有着中剧毒的迹象。当天深夜，妻子和绿早已沉沉睡去，于云辉站在床前，前世的记忆再次涌上心头。在前世，妻子也曾饱受这种折磨。于云辉俯下身将内力注入妻子体内，近距离探查后，终于彻底确认妻子的确是中了某种奇毒。探查下发现，毒气大都聚集在妻子的丹田附近，看似中毒的时间并不长。当务之急是先帮他把毒逼出来。于云辉小心翼翼地运转内力，极力避免伤到妻子的经脉。随着绿色毒气被彻底逼出体外，于云辉将毒素凝聚在掌中，仔细一辨认，这竟是一种能让人在折磨中死去的剧毒。可在他前世的记忆里，妻子的身体并未出现过异常。于云辉猛地意识到，难道在前世妻子就已经中了毒，只是当时的自己根本没有察觉到吗？普通的村医根本认不出这种毒，这意味着在前世妻子根本不是因病离世，而是被人偷偷下了毒。妻子虽然离开家族，但她毕竟是彭氏之女，从小修炼武功内力，能悄无声息给她下毒的人，实力至少也是一流高手。无论对方是什么级别，只要感动他的家人，就算翻遍中原也绝不姑息。次日清晨，妻子笑着说要带绿去趟集市。于云辉站在院子里挥手，叮嘱他们路上注意安全。看着妻子和绿谦着手走远，于云辉也准备开始行动。而此时的树林深处，一个黑影正暗中监视着母女俩。他惊诧地发现，对方身上的毒素竟已消失，绝不能影响主子的计划。可还没等他想明白，于云辉突然凭空出现在他身后。对方惊恐地回过头，竟完全没感知到于云辉的气息。于云辉冷冷注视着这个下毒凶手，直接质问他究竟是受了谁的指令。下毒的刺客这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人就是那女人的丈夫。他拔出利刃，狞笑着冲上前，叫嚣着是那女人先背叛了主人。听到对方提及幕后指使，于云辉顿时心生疑虑。还没等他开口细问，刺客已经挥舞双刀迎面刺来。可这凶狠的致命一击，在于云辉眼里不过是慢动作，双刀还没碰到衣服，就被于云辉直接徒手捏碎。还没等对方从双刀被毁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于云辉反手一记重拳直接轰在他脸上，恐怖的冲击力将刺客整个人击飞出去，连撞断数棵大树后重重摔落在地。于云辉缓缓走到倒地不起的刺客面前，冷冷的再次开口质问，究竟是谁在幕后指使这一切？面对于云辉的逼问，倒地不起的刺客终于招供，透露了幕后指使的真正身份。
就是四川唐门的大少爷顾辉。四川唐门以暗器和用毒闻名天下，于云辉心中始终有些想不通，堂门大少爷顾辉为何非要盯上一位彭氏一族的大小姐？被擒的刺客反问他难道不知情？直言顾辉倾慕他妻子的事早已在江湖上人人皆知，当年唐门甚至曾强行上门提亲，可彭氏大小姐却在半夜跟着一个书生私奔离开。听完刺客这番话，于云辉的神色瞬间沉了下来。当年自己只是无依无靠的孤儿书生，彭氏一族绝不可能答应这段婚事，偏偏赶上顾辉上门提亲，在对方眼里就是自己搅黄了他的好事。即便如此，也不该对他的家人动这种毒手。躺在地上的刺客面露恐慌，哀求于云辉放他一条生路。见于云辉毫无放手之意，便厉声警告他：难道想与整个唐门为敌？于云辉神色平静，冷言道：江湖上向来有一句名言，四川唐门有债必偿，不管是恩情还是血海深仇。还没等刺客反应过来，于云辉瞬间伸手按住了他的面门。于云辉冷冷地看着他，直言：既然有债要还，这就是刺客自己欠下的血债。随着赤红色的内力瞬间爆发，强悍的气劲直接将刺客当场抹杀。于云辉缓缓收回沾血的手，彻底清除了这个隐患。于云辉甩甩手上的血迹，决定亲自去一趟四川，找唐门算清这笔账。此时四川青花楼内，唐门大少爷顾辉正带着几分得意饮酒作乐，身旁女子看出他心情不错，好奇问起有什么喜事。顾辉笑着提及自己当年曾长久念念不忘的一朵花，侍女顺势打趣，没想到大少爷也有如此纯情的时候。顾辉坦言，自己当年只是想占有对方，看看那朵花被摧残时会是什么表情。虽然当年没能得手，但如今也算换了种方式实现。他终于找到了当年躲起来的女人，自然要让对方付出代价，暗中悄悄下毒，要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痛苦窒息。说到兴起，顾辉突然一把掐住侍女的脖子，死死扣住对方的喉咙，逼问他这种窒息的感觉究竟有多痛苦。侍女被掐得喘不过气，只能艰难地开口求饶。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道打趣的声音，夸赞大少爷今天倒是好心智。推门而入的正是黑白双魔，二人笑着打趣顾辉道：是懂得享受。顾辉立刻松开侍女，客客气气地迎上前去打招呼。黑白双魔打趣他毒瘾不厚道，顾辉则客套表示这是在为商讨四川的未来提前准备。对方顺着话头恭维，期待他早日登顶少主之位。表面上顾辉与二人相谈甚欢，暗地里却根本瞧不上这两个唯利是图的凶徒。可为了在唐门内部稳固地位，他迫切需要这二人帮他揽财。顾辉收起心思，微笑着邀请二人入座。顾辉一直无法忍受旁人的轻视，当年弟弟穆军借着母亲担忧劝他别出门，顾辉却一把甩开对方的手，质问穆军是不是也在暗暗看不起自己。面对弟弟的解释，他根本听不进去。作为唐门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穆军深受老宗主和家主的赏识。2年前家主闭关之后，穆军更是几乎掌管了门内大权，这让身为长子的顾辉始终耿耿于怀。但顾辉觉得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如今他在酒楼里与黑白双魔推杯换盏，只要能成功登上少主之位，整个四川就再也没人敢小看他。黑白双魔举杯祝贺，预祝顾辉早日登顶少主之位。顾辉得意的以为这唐门少主的位置非他莫属，可还没等他把酒喝下，屋顶突然爆出一声轰鸣巨响，巨大的冲击瞬间将顾辉掀飞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黑白双魔警惕的起身查看，意识到是有不速之客硬闯进来。众人顺着废墟看去，于云辉已经顺藤摸瓜找上了门。他从烟尘中缓缓走入屋内，开口便嘲讽顾辉是个无可救药的垃圾。顾辉起身整理好衣裳，冷笑着质问于云辉知不知道他的身份。于云辉冷眼相对，直接揭穿顾辉不过是四川唐门的耻辱。被当面羞辱的顾辉顿时恼羞成怒。黑白双魔见状赶忙出言安抚，为了显示合作诚意，二人主动请缨帮顾辉收拾这个不速之客。黑白双魔大摇大摆上前，叫嚣着让于云辉立刻跪地求饶。于云辉想也没想，直接拒绝。见对方如此不知好歹，黑白双魔挥舞重锤，朝着于云辉悍然出手，叫嚣着要将于云辉砸成粉碎。只听得一声巨响，地面被砸出巨大的深坑，强烈的冲击掀起满天烟尘。黑白双魔紧盯着前方，想确认于云辉是否已被解决。可话音刚落，于云辉已然腾空跃起，转瞬逼至黑恶魔身前。于云辉没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机会，伸手死死扣住黑恶魔的头部，冷冷宣告：这就先解决一个。强悍的冲击伴着血花爆开，瞬间将敌人当场解决。旁边的同伙看到这一幕，当场吓得愣在原地。他赶到同伴尸体旁，痛哭咆哮，质问眼前之人竟敢痛下杀手。于云辉回过头，语气冷淡，嘲讽连处生死了同类都会哀悼，亲眼目睹同伴惨死，白恶魔瞬间彻底怒火中烧。他猛地拉紧手中的发光锁链，疯狂运转内力，爆发周身气劲，叫嚣要将对方碎尸万段，替死去的兄弟血债血偿。沉重的铁链重锤带着呼啸破空声，狂暴地砸了过去。于云辉身形飘忽灵活闪避，在漫天飞舞的链锤残影中穿梭，每一次致命轰击都被轻松化解。即便重锤擦着面颊飞过，他的眼神依旧没有半点波澜。见自己的攻势全部落空，白恶魔气得咬牙切齿，再次狂吼，操纵链锤疯狂地砸向四周。旁观的顾辉看傻了眼，没想到实力强悍的白恶魔竟然被对方完全戏耍，所有招式都被提前看穿。眼看局势彻底失控，顾辉心中萌生退意，抬脚就想要逃离现场。然而
还没等他迈开步子，于云辉伸手硬生生接下砸来的重锤，强悍的内力顺着锁链反压过去。白恶魔震惊的发现自己的内力竟被完全封死，整条锁链瞬间失去了控制。于云辉顺势夺过铁链控制权，冷冷宣告：草菅人命者死有余辜。话音未落，他猛地抡起巨大重锤，结结实实轰在失神的白恶魔面门，瞬间鲜血飞溅，直接将白恶魔当场重创。白恶魔的尸体重重砸落在地，彻底断了气。于云辉缓缓转过身，冷冷的向顾辉说了句久等了。顾辉满脸不可置信的愣在原地，无法接受凶名赫赫的黑白双魔竟然像被戏耍孩童般瞬间收拾。顾辉眼睁睁看着黑白双魔被解决，意识到眼前的男人简直是个怪物，一身实力恐怕都不输给自己的父亲。见硬拼不过，顾辉试探着询问对方接了多少赏金，开出双倍乃至3倍的高价，企图收买对方投靠自己。面对利益诱惑，于云辉只是冷声嘲笑，一边迈步靠近，一边坦言根本没有任何雇主，想要顾辉这条命的人就是自己。他要让对方为当年给妻子下毒的事付出代价。他看着顾辉，坦言那个眼睁睁看着妻子中毒惨死，随时可能被杀的脆弱书生，就是原本该发生的未来。顾辉起初觉得对方在发狂说胡话，但听到中毒惨死的妻子，他猛地想到了那个被自己下毒的女人彭瑞妍。顾辉震惊的指着对方追问：难道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彭瑞妍的丈夫？于云辉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顾辉愣了愣，突然失态的大笑起来，他怎么也无法相信眼前这个抬手就能要他命的怪物，居然就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废物书生。唐门的护卫们闻声冲进房间，急忙围住了于云辉，大喊着要大少爷趁机快逃。顾辉看着这群手下，心里很清楚他们根本撑不过几秒，但既然这群蠢货横竖都是个死，不如用命帮他争取逃跑的时间。顾辉暗中捏紧暗器，趁着手下围攻的空当，顾辉果断向人群扔出了剧毒弹，强烈的紫色毒烟瞬间爆开，将护卫和于云辉一并吞没。毫不知情的护卫们倒地惨叫，难以置信大少爷竟然连他们也杀。顾辉用衣袖捂住口鼻冷笑，自以为就算实力再强，也绝不可能挡住唐门的剧毒。可还没等他得意多久，浓烟中突然亮起夺目的光芒，于云辉凭借强悍内力隔绝毒气，安然无恙地从毒雾中逼近。顾辉看着眼前的男人，惊恐得不断后退。于云辉冷冷地看着这群人，直言他们根本不配活在世上。眼前这2个被顾辉请来的帮手，正是多年在中原拐卖人口、贩卖毒品的凶徒黑白双魔。前世他就曾亲手将他们斩首，而顾辉为了掌控四川，竟然选择与这等恶魔合作，参与到那些残忍的罪行当中。顾辉跌坐在地上，颤抖着连声求饶。于云辉彻底看清了这个垃圾对自己妻子的险恶用心，他不再废话，凝聚内力，挥指点向顾辉全身大穴，分筋错骨的手法瞬间发动，顾辉全身筋骨错位，发出极其凄惨的哀嚎。就在这时，无数暗器突然从暗处铺天盖地袭来，于云辉眼神一冷，挥剑斩出气劲，将飞来的暗器瞬间全部斩碎。暗处出手叫停的正是唐门如今掌权的天才穆军。穆军微笑着看向于云辉，表示顾辉再怎么不像样，终究也是他们唐门的大少爷。话音未落，密集的飞刀如雨点般砸落，将整座大厅轰得满地疮痍。穆军借着飞刀掩护腾空而起，漫天暗器带着寒芒铺天盖地袭来。于云辉屹立不动，挥舞利刃化作密不透风的气机，将飞来的暗器尽数震飞。穆军顺势贴身逼近，抽出短刃直刺于云辉的咽喉。于云辉眼神一凝，在短刃刺下的瞬间精准出手，扣住了穆军的手腕。手腕被扣的穆军另一只手抽出暗器刺向于云辉的面门。于云辉挥臂炸开强悍劲力，瞬间将穆军震飞出去。穆军借力在空中翻滚，落在大厅另一端拉开距离。作为唐门历史上出色的天才，穆军神色凝重，握紧短刃严阵以待。于云辉前世身为血魔时，最讨厌自诩正义的侠客，但即便是在那个时期，他也承认穆军确实令人敬佩。他看着眼前的穆军，心中隐隐有些感慨，没想到会在这种关头重逢。交手间，穆军赫然发现自己的每一次致命招式，对方都能极其精准的化解。面前的男人似乎根本没有用尽全力，即便意识到眼前的对手很可能是自己无法战胜的高手，穆军眼中却没有丝毫退缩。他燃起求胜的斗志，再次拔地而起，迎面轰去。穆军周身狂暴的气劲轰然炸开，无数泛着绿光的暗器凭空倾泻，如同暴雨般席卷大厅。面对铺天盖地的绝杀招式，于云辉身形飘忽闪避，抬手间精准弹开近身暗器。穆军撕裂风声，贴身逼近，一记势大力沉的猛攻直冲面门。于云辉眼神一冷，微微侧头，轻松躲过攻击。后续招式连衣角都没碰到。穆军意识到自己根本碰不到对方，觉得面前这男人是在戏弄自己。他眼中求胜的怒火瞬间爆发，周身气劲再度炸开，提着双刃再次猛扑上去。面对再次爆发的凶猛攻势，于云辉身形如鬼魅般侧闪避开，顺势化解所有来招。未等穆军反应过来，于云辉已然掠到他的身后，寒芒落下的瞬间，利刃死死抵住穆军后颈，强烈的压迫感瞬间爆开。穆军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已被完全封死，连动都无法再动弹半分。本以为死路一条，于云辉却缓缓收回了利刃。穆军错愕地看着对方，不明白他为何突然收手。于云辉淡淡表示，欠下人情的人并不是穆军。
穆军趁机指向瘫倒在地的顾辉，表示顾辉筋骨已被废掉，唐门也会查清当年下毒真相，劝于云辉不必赶尽杀绝。于云辉停下脚步，答应收手。可当他再次回过头时，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危险。直言有一件事让他非常不爽，因为顾辉居然还有恢复武功的可能。穆军还没来得及开口阻拦，于云辉已一掌重重拍在顾辉胸口，狂暴的内力震碎顾辉的丹田，彻底绝了他重修武功的后路。剧痛让顾辉发出惨烈哀嚎，当场重重倒在地上。穆军急忙冲上前扶住顾辉，迅速按压穴道帮他止痛稳伤。顾辉口吐白沫，彻底昏死过去。穆军看着受尽折磨的顾辉，忍不住质问对方是否做得太绝。于云辉冷冷反问：当顾辉做尽恶行的时候，穆军究竟在哪里？又做了什么？所谓的阻止不过是流于表面，根本没有真正反抗。在他看来，穆军充其量只是个旁观者，让顾辉带着残躯苟延残喘，本就是为恶行付出的代价。穆军被说得无言以对，正想开口时，突然察觉到了异样。穆军看着一片狼藉的现场，心惊于顾辉究竟招惹了什么强敌。夜色下的悬崖边，于云辉独自盘坐沉思，他发誓重活一世要守护家人，哪怕双手沾满鲜血，可伤害依然降临在妻子身上。他紧紧握紧拳头，不知接下来究竟该如何抉择。为了能更完美的守护妻女，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回到房间，他轻轻唤醒了熟睡中的妻子。妻子虽然有些意外，还是先温柔地帮女儿捋理好发丝，随后跟着他来到院子里。深夜的风吹动着树影，看着神色严肃的丈夫，妻子心中隐隐生出几分不安。于云辉伸手按住妻子的双肩，眼神无比凝重，准备说出心中的决定。他希望妻子能带着女儿绿离开，直接回河北老家避难。听到要回河北老家，妻子感到无比震惊与担忧。当年他选择脱离家族私奔，如今若是贸然回去，父亲绝不可能轻易原谅他，更不会放过带走他的于云辉。于云辉轻声安抚着妻子，表示自己绝不会有事，而且岳父这些年来其实一直都在深深思念着他。妻子完全无法相信，觉得自己在父亲心里只是个污点，恐怕早已经被家族彻底抹去。于云辉紧紧握住妻子的双手，温声安抚着她的情绪。当年岳父彭木刚极力反对这段婚事，甚至撂下狠话绝不可能答应。在前世，于云辉也曾以为岳父到死都不可能原谅他们，可直到前世妻子不幸离世，号称河北刀魔的彭木刚却独自一人赶到了他们生活的村子。面对早已失去生气的女儿，这位强硬了一辈子的老者紧紧抱着女儿的遗体，哭得失声哽咽。岳父彭木刚向于云辉低头道歉，承认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贪婪造成的。他希望于云辉能把孙女绿送回彭家，承诺会把她当做最珍贵的孩子抚养。但前世的于云辉拒绝了这个请求，坚持要独自把绿抚养长大。可没过多久，这个决定就让他抱憾终身。正因如此，重新活过一世的于云辉暗下誓言，绝不能让悲剧再次重演，因为只有河北彭家的庇护，才能彻底保证妻女的安全。于云辉让妻子换位思考，想想女儿绿，就算孩子做错了事情，做父母的又怎么可能真的狠心放下，不时刻牵挂他的安危与冷暖。当年岳父固然愤怒，但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嘴上再严厉，心里也终究割舍不下骨肉亲情。听到这番话，妻子眼角忍不住泛起泪光。于云辉笑着补充道：当然了，岳父现在恐怕依然不会把他这个女婿当成一家人。于云辉顺势将妻子搂入怀中，承诺一切都会好起来。听完这番话，妻子终于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决定带上女儿重回河北。第二天清晨，女儿绿正拿着工具认真刷着漆，妻子在一旁耐心地指引着孩子。看到母女俩忙碌的模样，于云辉站起身询问他们在干什么。母女俩相视一笑，合谋敷衍了过去，催着于云辉赶紧洗漱吃饭。自打下定决心重返河北，于云辉难得睡了个安稳觉，连日来的沉重与焦虑彻底放了下来。看着满桌丰盛的早饭，于云辉刚坐下准备动筷，妻女俩却盯着他，忍不住笑出了声。妻子连忙催他先去洗脸，于云辉一头雾水地跑到水盆前，这才发现自己的脸早就被母女俩涂成了大花脸。妻子笑着解释说，女儿只是玩得太高兴。绿小心翼翼地问爹是不是生气了，于云辉连忙打哈哈，夸自己被画得太俊了。收拾好行李后，得知他们要搬走，乡亲们纷纷赶来送别。大家直言最近周围的山贼不知为何突然全消失了，村里比以前安全得多。听着大家议论山贼的事，于云辉得意地清了清嗓子。村长上前劝大家别耽搁，提醒他们路途遥远，该出发了。于云辉向大家躬身道别，让绿跟大家说再见。绿乖巧的躬身作揖，奶声奶气的跟乡亲们道别。于云辉牵起妻女的手，在大家的目送下，正式踏上了旅途。看着渐渐远去的村庄，于云辉心中充满不舍，这里承载着他前世至今唯一的幸福时光。他在心中暗自许下承诺，倘若村里遭遇任何变故，自己定会第一时间赶回支援。庞大府邸内，有人冷冷表示，这一次没必要接受武林盟的请求。议事厅内众人争执不下，河北彭家家主彭木刚一声厉喝，制止了喧嚣，转向长子瑞真询问看法。瑞真认为武林盟的请求师出有名，正派世家理应配合。面对族人担心退让会招致得寸进尺的顾虑，瑞真坦言，若在合理要求上抗命，反而会给武林盟留下借题发挥的口实。彭木刚听完大为赞赏，直言瑞真年纪轻轻就看透江湖大事，沉稳从容，远超同龄人。瑞真也谦逊表示，全凭父亲教导。正当议事厅气氛融洽时，一名族人慌慌张张冲了进来，向彭木刚紧急汇报，离家多年的小姐彭瑞妍竟然回来了。
得知女儿突然归来，彭木刚猛地捏紧了椅子的扶手。四川唐门，金宇看着重伤的顾辉，质问他是否勾结外人挑起变故。穆军低头承认了此事。金宇叹息，是自己教子无方。本已闭关多年的金宇，得知顾辉丹田被废才紧急出关，他冷笑，竟有人敢在四川撒野。随后向穆军打听伤人者的下落。穆军汇报称，对方虽然逃脱，但已被种下追踪标记。金宇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认为能轻松解决黑白双煞的人，任何追踪都毫无意义。穆军不甘心地追问，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金宇冷冷回应，唐门向来恩怨分明，但眼下的四川唐门最需要先学会支持。此时彭家府邸内，终于抵达老宅的彭瑞妍坐立不安，房门被轻轻推开，弟弟瑞珍走入室内，躬身向彭瑞妍行礼，问候姐姐这些年别来无恙。看到多年未见的弟弟，彭瑞妍激动地上前抱住瑞珍，感慨弟弟如今都长这么大了。瑞珍笑着向姐夫躬身行礼，突然感觉有人在拉自己的衣角，他低头一看，发现脚边站着一个小女孩。彭瑞妍笑着介绍，这就是他的小外甥女绿。引导绿喊了一声舅舅，这稚嫩的一声呼唤，让瑞珍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看着软萌可爱的绿，瑞珍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小心翼翼地询问自己能不能抱一抱这孩子。彭瑞妍笑着答应，瑞珍开心地将小外甥女抱在怀里。就在这时，房门被突然推开，母亲慧英情绪激动地冲了进来，看着多年未见的女儿，慧英赶忙上前紧紧抓着彭瑞妍，责怪她当年狠心离家，这么多年一次都没联系过。彭瑞妍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愧疚，搂着母亲失声痛哭向她道歉。看着哭泣的母亲，被瑞珍抱在怀里的绿，奶声奶气地询问妈妈为什么哭。彭瑞妍擦干眼泪安慰女儿，随即向慧英介绍，这就是她的外孙女绿。慧英看向瑞珍怀中的孩子，绿乖巧地喊了一声外婆。慧英轻轻抚摸着她的头，眼中满是疼爱，感慨这孩子和彭瑞妍小时候一模一样。就在气氛融洽时，于云辉主动走上前，恭敬地向岳母躬身行礼，坦诚当年全都是自己的错。面对女婿的自责，慧英并没有苛责，反而体谅他是真心对待女儿，温和地让他先去休息。然而话音未落，屋外却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厉声断言绝不可能。彭木刚大步跨进屋内，于云辉赶忙恭敬地喊了一声岳父。然而彭木刚看都没看女婿一眼，反倒盯着离家多年的女儿，指责他当年抛下一切随心私奔，如今却混得如此落魄可怜。面对父亲的冷嘲热讽，彭瑞妍毫不退缩地反问，自己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可怜？当年他离开家族重新开始，生活虽然艰辛，但每一天都过得无比幸福。比起听从别人安排的人生，他终于活出了属于自己的模样，绝不允许父亲单凭外表否定他的生活。面对女儿的反驳，彭木刚更加恼羞成怒，斥责彭瑞妍当年私奔，害得彭家沦为天下人的笑柄。慧英赶忙上前阻拦，彭木刚却直接叫妻子别管，厉声质问彭瑞妍这次回来的目的。眼看丈夫越说越过分，慧英瞬间爆发出恐怖的气场，揪住彭木刚一顿收拾，质问他为什么要口是心非。慧英当场拆穿彭木刚，说女儿刚失踪的那半年，彭木刚整夜睡不着觉，还总跑去女儿房间偷偷抹眼泪，被妻子当众揭了老底。强硬了一辈子的彭木刚瞬间破防，只能拼命咳嗽掩饰尴尬。看着争执不休的二人，瑞珍无奈地揉着太阳穴，劝大家都消停一点。慧英趁势打断丈夫的尴尬，提醒他赶紧抱抱外孙女。彭木刚一时还没反应过来，瑞珍已经把绿抱到了他面前，引导绿称呼外公。绿看着面前高大的老人，奶声奶气地叫了一声外公。这一声清脆的喊声，让强硬了一辈子的彭木刚如遭雷击，死死盯着眼前的孩子，被这可爱的小生物彻底震懵了。彭木刚在身旁人的提醒下猛然回神，慌忙伸出双手把绿高高举了起来，看着被逗得欢天喜地的女儿，一旁的彭瑞妍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夜深人静，茶室内的彭木刚与于云辉相对而坐，抿着手中的茶水。彭木刚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女儿面对极力反对依然眼神坚定，义无反顾地选择与所爱之人远走高飞。彭木刚承认当年本想将女儿强行抓回，但当看到女儿脸上从未有过的幸福笑容，便打消了念头，只希望她能平凡安稳的生活。没想到她最终还是回到了彭家。于云辉闻言深深低头，恭敬地向岳父表达迟来的歉意。彭木刚追问于云辉是不是后悔当年带走了女儿，于云辉抬起头，眼神无比坚定，直言自己从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妻女如今就是他活着的全部意义，哪怕重来一次，自己依然会这么做。彭木刚反问道，既然不后悔，那这声道歉又算什么？这声道歉是为了当年私奔让二老挂心，自己不想再让妻子背负背叛家族的枷锁，更希望女儿能在大家庭里长大。看着眼前判若两人的女婿，彭木刚感叹当年软弱的书生如今大不相同。于云辉眼神坚定，直言为了守护家人愿意付出一切，恳求岳父大人接纳他们一家。彭木刚暗想，就算收留他们，如何在派系林立的彭家生存才是难题，但他最终还是沉声松了口，准许他们一家在彭府留下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认可，于云辉连忙躬身致谢，彭木刚则冷冷打断，提醒他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考验。像他这样弱不禁风的书生，在上午的河北彭家可不好立足。于云辉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坦然承接下来，表示无论接下来面对怎样的考验，自己都甘愿承受。转眼间，距离来到河北已经过去了1个月，于云辉独自在山林深处闭关修炼。如今他的武学进境远比前世还要迅速，
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他很快就能彻底超越前世的境界。虽然修为大进，但于云辉清楚现在还不能暴露实力，要想守护家人，自己必须变得更加强大。与此同时，彭家演武场内，弟子们正在热火朝天的操练。几名弟子凑在角落私下议论，看不惯刚来的书生，琢磨着要怎么给他点颜色看看。正当几人密谋时，队长卢一峰走了过来，问他们在嘀咕什么。弟子们纷纷向卢一峰抱怨，大骂外来的书生根本配不上小姐，得让他明白彭家不是他能待的地方。卢一峰闻言露出冷笑，当即决定用他们的手段好好教训对方。清晨，于云辉独自走在廊道上，卢一峰主动笑脸迎了上来。他假意关心地表示，于云辉平日里极少与众人接触，不如每天清晨跟大家一起晨练长跑，不仅能强身健体，也能顺便融入彭家。面对卢一峰热情满满的邀请，于云辉略作思考，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卢一峰当即约好明天卯时相见，目送于云辉转身离开。见于云辉上了钩，卢一峰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所谓的晨练不过是折磨人的手段，他准备在明天让这书生好好见识真正的地狱。次日清晨，弟子们聚集在演武场，私下嘀咕，没想到那书生居然真敢答应。卢一峰则在一旁冷笑，只要对方今天赶来，就必须为当年抢走小姐付出代价。于云辉如约准时来到了演武场，卢一峰假笑着迎上前，表示时间刚刚好。于云辉注意到场边还有几位队长，便客气地上前打了个招呼，接着主动站进队伍中。见于云辉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卢一峰在心里冷笑连连，发誓今天一定要给对方好看。随着一声指令，众人正式开始晨练长跑。前排弟子们纷纷脱下上衣，偷瞄后方的于云辉，准备用强悍体魄给他一个下马威。没想到于云辉神色轻松，自始至终紧紧跟在队伍中。卢一峰见状在心中冷笑，决定继续拉大强度，彻底拖垮对方。然而一路跑进山林后，率先撑不住的竟是彭家弟子，众人纷纷喘着粗气，叫苦不迭。还没等他们缓过气来，于云辉竟直接提速超到了最前面，把众人远远甩在身后。弟子们看着神态自若的于云辉，彻底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卢一峰完全无法理解一个文弱书生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体力，好不容易咬牙冲回了演武场。累瘫的弟子们刚准备停下喘口气，气急败坏的卢一峰却当场下令，要求所有人立刻再加跑一圈。面对众人崩溃的哀嚎与质疑，卢一峰厉声叫所有人闭嘴。为了把于云辉彻底熬垮，他硬拖着早已透支的弟子们，发疯似的在场上继续死磕。在高压运动下，弟子们终于彻底支撑不住，当场集体崩溃吐了出来，地上瘫倒了一片，哀嚎求饶。卢一峰还想硬撑着训话，可他自己的双腿也在疯狂打颤。反观一旁神清气爽的于云辉，甚至遗憾表示才刚准备出汗，还热情地约大家明早继续。看着于云辉哼着小曲飘然离去，受尽折磨的众人满脸不可置信，彻底怀疑这人到底是什么怪物。接下来的日子里，于云辉每天都准时来参加晨练，日复一日带头飞奔，把彭家弟子们折腾得苦不堪言。最让彭家弟子崩溃的是，于云辉每天都要求维持第一天的地狱强度。没过几天，队长卢一峰彻底认输，当场苦苦哀求于云辉以后千万别再来晨练了。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彭家，妻子也感到十分纳闷，好奇于云辉以前跑2步就气喘吁吁，如今体力怎么变得这么好。于云辉笑而不语，只是拿私下悄悄跑步敷衍过去。来到彭家之后，于云辉适应的比想象中还要好。虽然在外人眼里他是个被嘲笑的赘婿，但他对这一切完全不在意。比起曾经在尸山血海中踏出的血路，如今在彭家遭受的冷眼与考验，对于云辉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绿紧紧抱着于云辉打起小报告，奶声奶气告发妈妈嫌他烦人。旁边的妻子笑着上手捏住于云辉的脸，直言这就是对他的惩罚。夜幕降临，几位河北商人向瑞珍躬身致谢，感激他亲自出面帮平民解决难题。瑞珍温和地表示这只是分内之事，只要能帮大家分忧，就不枉自己身为世家子弟的责任。商人们热情挽留瑞珍过夜，瑞珍笑着婉拒，直言家里还有可爱的小外甥女在等他。然而刚走入深夜的竹林，瑞珍突然警觉地停下脚步，冷声质问暗处的人。话音刚落，四周利刃瞬间出鞘，大批黑衣刺客呼啸而出，将瑞珍死死包围。面对死死堵住去路的敌人，瑞珍手按剑柄，语气平静地道出了眼下的现状，他们已经被彻底包围了。护卫挥刀迎向刺客，拼死挡在最前面，大声呼喊让瑞珍快跑，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受伤的瑞珍不敢有丝毫停歇，捂着流血的肩膀，咬牙在夜色竹林中拼命狂奔。瑞珍一路冲出竹林，眼前出现了一条悬空的吊桥，背后的刺客依然紧追不舍，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瑞珍刚踏上吊桥，大批刺客便迅速围堵上来。看着肩膀上不断流血的伤口，瑞珍这才意识到自己选错了逃跑路线。面对逼入绝境的死局，瑞珍拔剑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他挥剑斩断了身下的吊桥，吊桥应声断裂，刺客们惊恐失措，与瑞珍一同向着万丈深渊坠落。下坠之中，瑞珍脸上竟浮现出一丝从容的冷笑。随着一声巨响，所有人纷纷落入了山谷深水之中。过路货郎在悬崖边发现道路被封，顺着痕迹找到了被血染红的护具，经确认，随行护卫已全数遇害，瑞珍却下落不明。噩耗传回府中，长老们在议事厅吵成一团，有人主张追查凶手，有人却怀疑瑞珍早已凶多吉少。这话彻底激怒了彭木刚，他断言瑞珍一定还活着。
彭木刚厉声制止了无意义的争端，下令动用所有力量，全力搜寻瑞珍。众人纷纷领命。而后院之中，得知消息的慧英心神不安，深陷在对瑞珍的担忧之中。重活一世的于云辉想起前世记忆，河北彭家大少爷玉玺失踪一事，当年在江湖上闹得沸沸扬扬。前世瑞珍虽然侥幸活着回来了，却彻底废了一条手臂，在整个彭家，只有瑞珍曾毫无保留地善待过他。如今重新来过，他绝不会让悲剧再次上演。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瑞珍这一世的命运。而在另一边的密室内，谋害瑞珍的幕后主使正与刺客头目暗中会面。他拍桌质问，为何没能在现场彻底赶尽杀绝？一旦瑞珍活着回来，将后患无穷。刺客头目则表示对方身份特殊，反抗异常顽强，但他保证很快就会将残局收拾干净。幕后主使当场警告刺客，只要能干净利落地解决麻烦，该给的酬劳绝对少不了。得到承诺后，刺客头目当即告辞，消失在夜色中，准备展开追杀。瑞珍在林中与大批刺客殊死搏斗，虽斩杀多名敌人，自己也身负重伤。刺客首领步步紧逼，瑞珍厉声质问对方，竟敢公然袭击彭家。手下刺客因损失惨重，向首领请命要亲手解决瑞珍。得到许可后，提刀逼近，重伤的瑞珍横剑做最后的抵抗。就在刺客准备痛下杀手时，神秘黑衣人突然闪现拦下攻击，表明自己绝非敌人，而是专门来救瑞珍的。看到瑞珍重伤的右臂，神秘人于云辉当即出手为他封血，瑞珍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伤口早已中了剧毒。于云辉示意瑞珍原的坐下休养，随后转身直面围上来的大批刺客，甚至神态自若地清点起对方的人数，确认了眼前整整20名敌人。于云辉坦言数量确实不少，瑞珍能撑到当下已是奇迹。面对刺客的怒吼警告，于云辉只觉得对方小题大做，竟为了一个人不下如此阵势。眼看对方再次逼近，于云辉果断拔剑出鞘，强劲的剑锋轰然席卷而出，伴随着刺客们的惨叫，恐怖的剑气撕裂山石，漫天碎石与血雨纷飞落下。狂暴的冲击渐渐平息，于云辉稳稳立于场中。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刺客，转眼间已几乎被全部解决，原本的死局一招之间彻底破解。看着满地倒下的刺客，瑞珍心中震撼不已，仅凭一招就几乎全歼敌人，眼前这神秘人的武功究竟达到了何等恐怖的境界？幸存的刺客彻底吓破了胆，颤抖着扔下武器，开口求饶，试图换取一丝生机。漫天烟尘中突然传来沉闷的吼声，一只庞大可怖的巨手撕裂尘雾，烟尘中冲出的竟是彭木刚。他单手死死掐住刺客的脖子，直接将对方硬生生提了起来。认出敌人后，彭木刚当场厉声质问，他们是不是袭击彭家的元凶？彭木刚满腔的怒火喷薄而出，冷冷发出最后的警告，准备好承受彭家的怒火吧。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于云辉心里大呼不妙，在前世的记忆里，只传闻瑞珍九死一生逃回彭家，他原以为是瑞珍独自撑回去的，没想到真相竟是彭木刚亲自寻来。面对气势逼人的彭木刚，于云辉一时犹豫是否该趁机撤退。彭木刚随手解决了手中的刺客，让受伤的瑞珍原地稍等。话音刚落，彭木刚带着滔天怒火爆冲而出，将地面踩得轰然塌陷。彭木刚呼啸的一拳轰然砸下，于云辉根本来不及避开，被这是大力沉的一击正面轰飞。于云辉暗自惊叹，前世若挨上这一招，恐怕性命难保。彭木刚哪怕不用刀剑，光凭拳脚也有如此恐怖的威力。还没等于云辉站稳身子，怒火中烧的彭木刚再次挥拳砸来。彭木刚一击未果，见神秘人硬接下了攻击，当即冷声挑衅，要看看对方的脖子还能硬多久。话音未落，彭木刚赫然拔出腰间长剑，凌厉的蓝色剑气瞬间凝聚在剑身之上。于云辉警惕的严阵以待，彭木刚已带着滔天杀意挥剑劈下，狂暴的剑气轰然撕裂地面，向着于云辉铺天盖地席卷而去。于云辉在碎石飞剑中借力退避，暗叹这一击气势骇人，若非自己功力尚在，恐怕根本接不下来。彭木刚冷声质问对方为何迟迟不肯拔刀。话音未落，彭木刚周身蓝色剑气爆发，厉声警告对方绝不要小看河北彭家。彭木刚劈出的蓝色剑气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连同周围的巨石都被瞬间轰碎。面对这霸道至极的一击，于云辉不再被动防守，他果断拔剑出鞘，挥出强劲的剑气迎面斩去，正面硬汉彭木刚的攻势。两股强悍剑气正面硬汉，在地面轰出巨大的沟壑，烟尘散去，于云辉竟凭借身后的护体真气，瞬间偏转并化解了这致命一击。面对眼前难以置信的一幕，彭木刚心中震惊不已，他极少见到如此恐怖的护体功力。彭木刚厉声向对方质问，拥有这般绝顶修为，究竟为何要干出这等勾当？面对彭木刚步步紧逼的质问，于云辉只觉得一阵头疼，他暗感麻烦。面对河北彭家的掌门彭木刚，根本无法善了。见对方始终不愿回答，彭木刚彻底失去耐心，再次爆发强悍剑气，准备亲手终结战斗。关键时刻，瑞珍急忙喊停，向彭木刚澄清了真相，正是眼前这位斗笠人救了他，并且独自击杀了一众刺客。得知救下儿子的正是眼前之人，彭木刚当场愣在原地。彭木刚仔细查看刺客尸体上的剑伤，证实了瑞珍的说法，眼前这斗笠人确实是救儿子的恩人。还没等彭木刚回过神，重伤的瑞珍便体力不支倒了下去。彭木刚急忙上前将儿子扶住。彭木刚想向恩人开口道谢，于云辉早已施展轻功飘然离去，眨眼间便消失在山林之中。看着对方惊人的身法，彭木刚心中震撼不已。眼看夜色已深，他赶忙带上瑞珍返回府中。
离开彭木刚等人后，于云辉脱去伪装，独自走在夜色山林之中。深山深处，幕后主使被五花大绑，嘴巴被牢牢封住，正倒挂在树干上剧烈挣扎。于云辉径直走到对方面前，拔出锋利的短刃，直接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于云辉挥刀划开对方封嘴的布条。醒过神来的幕后主使惊恐万分，为了保住性命，连忙开口求饶，表示只要能放过他，愿意拿出全部财产。于云辉顺势逼问财产的藏匿地点，幕后主使不敢隐瞒，老老实实交代了所有财物。他急忙求对方解开绳索，可悬挂着他的树枝却在此时开始断裂。于云辉冷眼看着濒临断裂的树枝，坦言自己赶来的路上只在想一件事，那就是究竟该如何动手，才能让他加倍尝到瑞珍受过的痛苦。幕后主使试探着询问于云辉的身份，以为派出的刺客早已得手，于云辉却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明确告诉他瑞珍不仅活着，甚至保住了原本会失去的右臂。幕后主使作为掌握一方财权的黄金阁阁主，他多年来为了敛财做尽恶事，不知迫害了多少无辜的性命。于云辉冷冷看着眼前的祸首，直言为了私欲而践踏善类的人，绝不能就这么轻易死掉，他要想出一个最痛苦的办法来收拾他。黄金阁阁主彻底慌了神，大声质问对方为何不守承诺，放他一条生路。于云辉冷声宣告，对方积攒的财物将被全部剥夺，一分钱都花不出去，只能在绝望与恐惧中陪着那些刺客的尸体一同死去。面对头也不会离开的背影，黄金阁阁主拼命呼喊求饶，可支撑的树枝在此刻彻底断裂，伴随着惨叫，他直接坠入了万丈深渊。第二天，在彭家府邸内，昏迷的瑞珍终于缓缓睁开双眼，守在床边的众人见他醒来，顿时松了一口气，绿更是关切地凑在床前。瑞珍支撑着身体坐起身，回想起被大批刺客围堵，右臂重伤，陷入死局的险境，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活了下来。看着眼前焦急关切的家人，瑞珍低头向大家致以歉意，让众人为他担惊受怕。然而，就在他看向于云辉的瞬间，话语却骤然卡在了喉咙里。眼前于云辉的神情与眼神，一种强烈的既视感瞬间涌上心头。见瑞珍神情不对，于云辉连忙询问是否要请大夫。慧英也关切地上前询问身体状况。瑞珍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无大碍，以为是自己神志不清多虑了。瑞珍安全归来半个月后，一名来自河北的商人突然造访彭家，在府中坦白交代了一切。商人承认自己是受人指使，在瑞珍的衣服上下了稀释的追踪箱。商人交代幕后指使者正是黄金阁阁主彭木刚，当即带人赶往黄金阁，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众人大吃一惊。昔日奢华的黄金阁早已化为一片焦黑的废墟，阁主惨死在断崖之下，藏于阁中的巨额财宝不翼而飞。面对这干脆利落的手笔，彭木刚与瑞珍父子俩不由得联想起了那一夜的神秘人，那个救下瑞珍的神秘高手，如今又会在何处？慧英看着远处的于云辉，向彭木刚提议，不妨给这位女婿安排些差事。彭木刚对此嗤之以鼻，觉得于云辉不过是个一无是处的寄生虫。慧英耐心的劝说，不必给他太高的职位，让他去处理些别人不想干的杂事即可。彭木刚听后心中一动，似乎想到了绝妙的主意，当场笑着应了下来。彭木刚算着时间，觉得被禁足的那伙人也该在回城路上了。与此同时，一伙山贼在郊外拦下了黄金阁逃出的下人。山贼认定对方私藏了黄金阁的巨额财宝，见诈不出钱财，便威胁要将所有人卖掉抵债。还没等山贼动手，一道黑影突然冲入战场，瞬间将山贼重击飞。山贼还没反应过来，抬头便看到几道身影缓缓逼近，来人正是结束禁足在回城途中的白狼队一行人。山贼惊恐万分，大声叫嚣着让对方别多管闲事。副队长泰山嫌对方过于聒噪，话音刚落，同伴便化作残影暴起，瞬间将这伙山贼收拾。白狼队同伴在场上肆意挥砍，嫌周围的喊杀声过于吵闹。山贼领头刚叫嚣着要靠人数反击，瞬间便被当场抹杀。泰山拎着沾血的大刀，吐槽这场面有些失控，他出面叫停了手下，提醒众人收敛杀意，别吓到了旁边无辜的人。一名死到临头的山贼拔刀挟持了人质，大声要挟众人放他一条生路。话音未落，数道飞剑便破空而来，将山贼当场绝杀。高处树干上的同伴冷声嘲讽对方的不自量力。眼看残余的山贼被清理干净，泰山招呼众人收手，并主动上前安抚受惊的人。可目睹了刚才血腥镇压的人，早已被吓破了胆，连连趴在地上磕头求饶，反倒把泰山给整不会了。同伴忍不住哈哈大笑，吐槽自家队伍长得比山贼还凶。他赶忙解释这只是误会，被救的人这才注意到他们衣服上的白狼图案，得知眼前这群人竟是河北彭家的白狼队，被救的几人悬着的心这才彻底放下，连连拉着他们表达感激。泰山拍手招呼众人准备返程，免得耽误太久回去挨训。白狼队一行人走在回程路上，嘴里不停抱怨做完好事，连杯酒都喝不上。众人刚走到府邸门前，就注意到前面站着的于云辉。于云辉转身轻声咕哝，叹息屋里似乎并没有人在。几名队员立刻警惕地围上前去，对着于云辉一通盘问，甚至凑上去闻了闻气味，直言虽然对方长得英俊，但依然觉得十分可疑。意识到只是一场误会后，队员连忙开口道歉，解释大家伙刚结束禁闭，神经难免有些绷得太紧。于云辉微笑着向众人解释，自己受家主彭木刚所托，前来处理一件要事。听到对方刚加入彭家不久，队员们这才彻底打消警惕，招呼他进屋落座。
于云辉在屋里端茶进后，白狼队的成员大帝随后推门而入，主动向他自我介绍。于云辉也客气地报上姓名，双方坐定之后，大帝便开门见山询问起他此行的具体来意。于云辉表示，家主彭木刚下达了一道命令。大帝赶忙追问具体的命令内容。于云辉平静地当面宣布，从现在开始，自己将正式接任成为白狼队的队长。于云辉把家主令牌拍在桌上，证明这是家主的正式任命。大帝认出了这块令牌，直言早听说过关于于云辉的传闻，知道他不过是个毫无武功底子的书生。大帝态度坚决地表示，白狼队是一支实战部队，即便是家主的命令，他们也绝不接受毫无经验的人来当队长。于云辉放下茶杯，反唇相讥，嘲讽白狼队并非什么正义之士，不过是一群分不清是非的疯狗。大帝闻言顿时怒不可遏，于云辉却依旧神态从容，质问他们违抗家主命令有什么可自豪的。于云辉直言，战队就是家主彭木刚手中的利剑，可宝剑若是不再听从指挥，便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也是彭木刚始终不敢重用白狼队的真正原因。被戳中痛处的大帝彻底被激怒，当场捏碎茶杯，暴怒起身。他怒骂于云辉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赘婿，绝不可能听从他的号令。暴怒的大帝正准备发难，屋外突然传来一道严厉的制止声。泰山阔步走进了屋内，当场严厉质问大帝，竟敢对新任队长如此放肆无礼。于云辉看着眼前的这群人，想起前世自己还是血魔的时候，这支队伍就以严惩恶徒闻名江湖。不过那时他们早已脱离彭家，改名为赤狼队。于云辉过去一直很好奇，这样一群重情重义的高手，当年为何会选择离开彭家，沦为浪人？如今亲眼见到这群人的脾气作风，他终于彻底想通了其中的原委。于云辉看清了白狼队的本性，这群人像野狼一样不受规矩约束，难怪当年会被岳父彭木刚冷落。而眼前这群刺头的核心正是泰山。泰山主动行礼，向于云辉致歉，表示大帝刚才只是言语冒犯，既然是家主彭木刚的命令，白狼队自当遵从。于云辉大度地免去了大帝的责罚。泰山随即表示，队员们已经在屋外集合完毕，请队长出去见上一见。于云辉表面上应了下来，心里却很清楚，泰山此刻不过是口头顺从，这群野狼接下来显然另有打算。于云辉离开之后，泰山和大帝在院子里商讨对策。面对大帝的抱怨，泰山明确表示要把于云辉赶走。不过泰山心里也很清楚，白狼队如今本就受本家冷落，如果明着抗命，只会让局势对他们更加不利，必须设法让这个文弱书生知难而退，让他自己主动放弃队长之位。几天之后，泰山找到于云辉，表示要接下头给白狼队的委托任务。这次的委托地点属于官府管不到的凶险之地，彭家的其他队伍各有安排，这件苦差事除了白狼队没人会接。见于云辉有些犹豫，泰山故意以退为进，提议要是觉得困难，可以换个轻松点的任务。于云辉听完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拍板定下了这个委托，决定明天就出发。见于云辉彻底落入圈套，泰山暗自得意，打算趁这次出任务给这位新队长好好上一课。第二天一早，于云辉告别了妻子与女儿，带领白狼队正式踏上征程。一路上，众人星夜兼程露宿野外，经过数日赶路，终于来到了这次任务的地点，一座官府管不到的偏远废墟。眼前村庄的惨状比委托信里描述的还要严重。泰山下马推断，附近的匪帮最近刚把赎金翻倍，这分明是准备彻底搜刮完后拔营逃跑。于云辉看着周围，沉思片刻，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直言事情恐怕还有另一种可能。这番话让泰山一愣，追问于云辉到底想到了什么。废墟中突然窜出几名匪徒，见于云辉一身文弱书生打扮，嚣张地叫嚣着让他们留下财物滚蛋。泰山刚想上前，就被于云辉伸手拦了下来。于云辉示意他退后，表示自己一个人就能解决。他亮出了彭家信物，警告匪徒立刻带路去大本营投降，还能留下一条性命。匪徒们根本不买账，叫嚣着在这片山上自己才是老大，挥舞着大刀径直扑了过来。泰山冷笑一声，骂这群匪徒不知死活。话音未落，凌厉的剑锋瞬间扫过，扑上来的几名匪徒当场被斩杀殆尽。身后的匪徒首领还没反应过来，泰山便已逼至眼前，一掌重重轰出，直接将人当场击飞。首领重伤摔落在地，吓得拼命往后退缩。泰山俯视着对方，冷冷地补充了一句：“带路的有一个就够了。”在首领的带路下，众人很快摸到了匪徒的山寨大本营。刚到门口，寨门上的守卫就发现了他们，大声质问来人身份。泰山懒得废话，直接下令让鸡猪和鸡生动手。双胞胎兄弟抽出双刀，呼啸着冲了上去。身后的大帝紧随其后，一把按住两人，准备配合发力。大帝暴吼一声，借着蛮力将双胞胎兄弟头飞出去，两人顺势腾空跃至高处，干净利落地干掉了门上的守卫。泰山见状，立刻下令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随着山寨大门被轰然砸开，众人正式发起了总攻。双胞胎兄弟破门杀入，瞬间干掉门内守卫。白狼队其他人紧随其后，杀入寨中，配合默契。于云辉闲庭信步走入寨内，深知眼前只是个开始。突然一道怒吼响彻全场，一把重刀轰然砸裂地面。匪首光道扛着巨人豹怒现身，怒骂众人竟敢擅闯他的大本营。大帝却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嘲讽区区土匪也敢口出狂言。面对匪首光道的逼问，大帝直接放话今天是来要他命的。光道怒不可遏，叫嚣比拼力气，自己从未输过。大帝冷笑一声，坦言自己也从没在力量上败过，提刀迎着对方的众人硬碰上去。
光道挥刀重重砸下，大地却瞬间失去了踪影。没等光道反应过来，大地已闪到他的侧面，嘲讽他除了蛮力一无是处。暴怒的光道立刻转身挥刀抢攻，可每一次出招，大地都在最危险的最后一刻才挡下。光道这才意识到对手是在故意玩弄自己。大地继续出言嘲讽，直言光道的动作慢如乌龟，根本伤不到自己分毫。彻底被激怒的光道肌肉暴起，挥舞重刀劈出，全力一击，强悍的刀锋化作巨大龙卷直冲而去。面对迎面袭来的风暴，大地依旧面不改色，抬手便将绝招硬生生破开。光道手中的大刀当场炸裂飞出，大地跟着就是一记重拳，直接打得光道吐血倒退，瘫倒在地受创重伤的光道慌忙开口求饶。大地连废话都懒得听，举起大刀重重劈下，见老大被当场重创斩落，残余的匪徒彻底吓破了胆。泰山上前夸赞大地的身手，大地显得云淡风轻。血泊中的光道并未立刻断气，反而发出阵阵冷笑，警告众人早已落入自挖的坟墓，踏进这里的人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话音刚落，光道便彻底绝命倒地。白狼队员立刻向剩余匪徒高声呵斥，命令他们全部放下武器投降。于云辉看着绝命的光道，隐约感觉事情有些蹊跷，难道对方死前真的留下了什么手段？剩下的匪徒彻底吓破了胆，抱头哀嚎着陷入绝望。泰山高声呵斥投降之际，脚下大地突然猛烈震动起来，伴随着一声剧烈轰响，强大的冲击骤然在寨中炸裂开来，爆炸烟尘散去，一位白发老者缓步走出，不满地抱怨有人打扰了他的美梦。泰山心中大惊，完全没察觉对方是何时逼近的。当注意到老者右眼周围的红痕时，脸色骤变。不知情的大地提刀上前厉声质问，泰山急忙大喊让他退后。老者此时已缓缓转过身来，还没等大地做出反应，老者便以一拳重重砸在他脸上，强大的冲击直接将他轰入地下。大地趴在碎石中咳血重伤，老者冷笑嘲讽一击居然没要了他的命。眼看同伴受创，怒不可遏的白狼队员纷纷亮出武器，挺枪朝着老者猛冲了上去。面对挺身而上的白狼队员，老者冷笑间轰出紫光，冲在最前的几人连招式都未递出，便被这股蛮横的力量重创击飞。老者嘲讽这群人根本不够解闷，踩过倒地哀嚎的伤员大步逼近。看着白狼队员转眼间全数倒下，后方的泰山脸色越发凝重，他彻底印证了心中的猜想。眼前这毫无人性的老者，正是残忍嗜杀的极恶魔头。这位数十年前血洗武林的极恶魔头，纯粹为了取乐就肆意滥杀。在他杀害南宫世家的小女儿以及武林盟主的亲弟弟后，彻底成为了公敌，并销声匿迹。谁也没想到，消失多年的杀人魔会出现在这里。泰山焦急地确认同伴伤势，倒地受创的队员只能勉强应声，局势一时间变得无比严峻。虽说队员们侥幸保住了性命，但全都身负重伤，彻底失去战力。眼看白狼队全员倒下，极恶魔头意犹未尽的大笑起来，直言与山匪待久了正觉无聊，没想到这么快又有新玩具送上门。他转头将凶狠目光投向山匪，围观的匪徒瞬间吓破了胆，丢下武器四散逃窜。看着慌忙逃命的人群，极恶魔头脸上露出残忍狞笑，掌心骤然凝聚起狂暴紫光，根本不给这群人一丝活路。狂暴力量瞬间砸向逃窜人群，山寨内连续炸响，逃命的匪徒转眼被彻底抹杀。极恶魔头仰天狂笑，清理完山匪后，他又将凶狠目光投向白狼队，出言羞辱要把这群人当狗收拾。重伤的大地被彻底激怒，忍着剧痛发出一声暴吼，远处的泰山急忙出声制止。大地不顾阻拦，怒吼着径直杀向极恶魔头。极恶魔头根本没把大地放在眼里，嘲讽对方不过是个块头稍大的废柴，周身骤然爆发出狂暴紫气，化作漫天劲力铺天盖地轰出。大地硬顶着狂暴冲击，强行冲锋，发誓要将对方活活撕碎。可还没冲到跟前，毁灭性的紫气团已轰至眼前，泰山急忙冲上前接住倒下的泰山。极恶魔头看着这幕残忍狂笑，放话要用3天3夜把白狼队撕碎。面对这毁灭性的威胁，泰山果断下令全员结成5轮刀阵，队员们迅速散开，将极恶魔头包围。可极恶魔头脸上只有不屑，冷笑着吐出3个字：太迟了。极恶魔头双手举起狂暴紫劲，叫嚣能见识他的实力是众人荣幸。随着灭杀之击破空而出，庞大的紫色劲气瞬间炸裂，结阵的白狼队员根本无法招架，还没来得及出招，就被凌厉的杀劲穿体扫飞，整片包围网在冲击下眨眼崩塌。极恶魔头看着遍地伤员肆意狂笑，泰山单膝跪地，用尽全力才没被余波卷入。巨大的实力差距让他咬牙难撑。极恶魔头嚣张的叫嚣着，逼泰山磕头求饶。危急时刻，白狼队长于云辉步入战局，伸手叫停泰山，决定亲自接管眼下的战局。他步入阵前，坦然报上自己白狼队队长的身份。看惹到了一地的白狼队员，极恶魔头嗤之以鼻，嘲讽堂堂队长刚才一直躲在后面。极恶魔头仔细打量眼前的于云辉，感受不到任何强者的气息，断定他不过是在故作镇定，冷笑着问他上前是不是来求饶。面对逼问于云辉顺水推舟的反问，若是求饶，是否真能保下一命？极恶魔头表示这取决于能拿出什么筹码。后方的泰山急忙大声提醒，千万不要相信这魔头的鬼话。极恶魔头嫌泰山喧吵，转头逼问于云辉究竟有什么筹码。于云辉眼中杀意骤现，冷冷给出答案，那便是能让他死得没那么痛苦。
听到这大逆不道的话，极恶魔头当场愣在原地，回过神后暴怒反问，质问于云辉是不是在故意戏弄他。于云辉依旧神色淡然，表示自己确实是在为他着想，劝他最好趁早接受建议。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极恶魔头，咆哮着骂于云辉是在自寻死路。狂怒之下，双手再次凝聚爆裂紫劲，挥手将杀劲全数轰向对方。面对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冲击，于云辉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依旧神色自若地伫立在原地。他轻巧侧身便轻松避过，甚至抱怨对方打断了对话。极恶魔头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杀招被轻松躲开，暴怒之下挥手疯狂轰出密集紫劲。面对铺天盖地的轰炸，于云辉依旧淡定自若。后方的泰山见状急得大声呼喊，漫天爆炸在于云辉身边轰然炸开，烟尘散去，他竟然毫发无伤。于云辉冷声嘲讽极恶魔头毫无礼数，话音未落，抬手轰出一道金色光柱，径直向对方反扑而去。极恶魔头被蛮横的力量直逼退，眼中充满震惊，于云辉竟能打出灭杀击。极恶魔头简直不敢相信，对方不仅轻松躲过自己的独门绝学，甚至只看了几眼就当场完美复刻。一旁的泰山这才意识到于云辉绝非普通文弱书生，想起此前对他的轻视，心中更是后怕不已。极恶魔头厉声质问于云辉到底什么来头。于云辉淡然表示自己来自彭家。极恶魔头怒骂这纯属胡言乱语，断言彭家绝不可能培养出这种怪物。于云辉听后却只是反问，他就这么看不起彭家吗？于云辉自信表示，从今往后彭家将成为天下第一世家。极恶魔头听罢仰天狂笑，狂妄放言在那之前会亲手摧毁彭家。周身猛然催发出狂暴的紫劲，直言刚才的灭杀既不过是冰山一角。眼看对方身上泛起诡异的凶煞魔气，后方的泰山当场惊恐失声。面对极恶魔头全力爆发的会血魔功第10式，于云辉依旧神色淡定，嘴角甚至挂着一丝玩味的微笑。极恶魔头化身巨大的形态，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于云辉，猖狂放言他一定会后悔亲眼见到自己现在的模样。极恶魔头高高举起手臂，站定不动。泰山看着他这古怪的举动心生疑虑，不知对方究竟想干什么。他正想询问同伴是否看出端倪，话音未落，一道遮天蔽日的恐怖杀劲便已轰然劈下。面对这毁灭性的一击，众人被迫紧急闪避，狂暴的力量瞬间砸穿地面，将整片战场撕开一道巨大的裂口。汹涌的杀劲顺势波及旁人，白狼队员猝不及防受创吐血。极恶魔头根本不把这群人放在眼里，转头冷笑着嘲讽于云辉，下属遇险竟然连一步都不挪动，讥笑对方是终于知道害怕了。面对挑衅，于云辉依旧神色自若，坦言自己根本没有移动的必要，这种程度的攻击他们自己就能化解。眼看这群人居然毫不在意自己的杀招，极恶魔头神色骤变，死死盯住了眼前的敌人。他叫嚣着要在于云辉身上砸出窟窿，将其做成发声的乐器。庞大的身躯带着滔天凶威轰然袭来，紫红色的魔镜半着重拳接连轰下，砸向督脉山中与丹田等致命要害。整片地面在暴风骤雨般的轰炸下塌陷碎裂。然而于云辉始终背着双手，凭借身法在致命拳影间游刃有余的穿梭，任凭狂暴的攻击将四周砸得碎石横飞，自身却毫发无损。于云辉甚至淡然反讽，眼下声音最大的乐器分明是对方自己。看着致命攻击再次被轻松躲开，极恶魔头脸色一沉，不敢置信。极恶魔头周身魔气暴涌，叫嚣着要让于云辉无处可逃，为狂妄付出代价。他怒吼着挥动双拳，漫天拳影化作铺天盖地的灭杀机，直奔于云辉砸去。毁灭性的紫劲瞬间掀起狂暴轰炸，冲击在场上剧烈散开。极恶魔头露出残忍狂热的神情，直言对方竟能逼自己用出这种力量。他紧握双手，将周身魔劲催至巅峰，准备施展从未展示过的真本事。伴随着毁灭性的狂暴杀意，极恶魔头轰出了势必抹杀对手的绝杀一击。极恶魔头看着空无一人的坑洞，以为于云辉早已被轰得粉碎，可于云辉早已悄无声息绕到了他的身后，淡然询问对方是不是第一次全力施展这种力量。发现对手毫发无损地站在身后，极恶魔头惊怒交加，破口大骂。于云辉从容避开袭击，嘲讽对方不过是靠虐杀弱者自鸣得意，凭这点微末本领也敢自称大魔头，实在让人感到可耻。被当面羞辱的极恶魔头暴怒大吼，可话还没说完，于云辉就已经瞬间欺身而至，一掌狠狠重击在极恶魔头面上。这一击直接将极恶魔头重创吐血，被打飞出去的他满脸不敢置信，完全没看清对方究竟是如何出手的。于云辉看着眼前的杀人魔，冷冷嘲讽他不过是个只会叫嚣的小人。极恶魔头气得牙关紧咬，暴怒咆哮，发誓今天必须将对方碎尸万段。狂怒之下，他将周身魔气催至极致，漫天紫芒如天柱般冲天而起，巨大的震动席卷整片场地。后方观战的白狼队员纷纷惊恐失色，不敢相信世上竟有如此恐怖的煞气。极恶魔头叫嚣着现在求饶为时已晚，随着会血魔功极意轰然爆发，他彻底化身巨大的狰狞魔头，仰天狂笑，浩瀚的魔气席卷全场。泰山被强悍的威压压得难以起身，心惊于大魔头的恐怖实力，更震撼于队长正面顶着威压毫发无损。于云辉淡定表示，这股威压对属下的确负担太重。极恶魔头肆意狂笑，质问他是不是想求自己手下留情。话音刚落，便带着狂暴杀意径直杀向前去。
极恶魔头冷酷叫嚣：“那可不关他的事！”随即掀起狂暴魔气，轰然砸下，带着毁灭性的威能直奔于云辉袭去。面对铺天盖地的猛烈攻势，于云辉凭借身法从容侧身闪避。极恶魔头出言嘲讽，质问他刚才口出狂言，现在怎么只会躲避？狂暴的余波甚至掀飞周围建筑，逼得后方的白狼队员苦苦抵挡。极恶魔头见状，更是猖狂大笑，叫嚷着要让白狼队发出更多哀嚎。面对这不可一世的狂魔，于云辉神色依旧风轻云淡，语气平静地打断对方，直言恐怕要败了他的兴致。于云辉在空中轻松翻身闪避，直言本是看对方赤手空拳，才想指点两招，如今自己已经有些厌烦了。话音未落，于云辉起手一掌，轰然重拍而下，强悍无匹的掌劲瞬间将极恶魔头砸入地底。巨大的冲击直接震碎大地，于云辉缓缓从空中落下，冷冷表示这场战斗该到此为止了。被砸在地底的极恶魔头满腔怒火，咬牙切齿地咆哮着，绝不善罢甘休。眼看对方展现出毁灭一切的恐怖实力，极恶魔头深知按常规毫无胜算，哪怕豁出这条性命也要同归于尽。他癫狂的仰天狂笑，拼尽全力将全身功力催动到极致，狂暴的凶煞魔气疯狂汇聚，瞬间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光柱轰然升起。面对这毁天灭地的搏命一击，于云辉却依旧神色从容，直言与这种滥杀无辜的恶魔交手根本不值得被世人记住。话音未落，于云辉掌心暴起，炽热金光直接起手打出天武神功灭魔掌，霸道的金光轰然冲天而起，正面迎上了垂死挣扎的凶煞魔镜。灭魔掌霸道的金光逆势而上，瞬间将至阴魔镜轰得粉碎。极恶魔头眼睁睁看着光芒将自己吞噬，满心绝望的咆哮：“这绝不可能！”毁灭性的爆炸在天地间轰然炸开，光芒与烟尘渐渐散去，战场中央重归寂静。曾经不可一世的狂魔双臂尽毁，化作半截残破的娇躯跪倒在地，彻底绝气身亡。白狼队员们围上前来，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曾经横行江湖的急杀魔头，就这么彻底没了气息。于云辉缓缓迈步上前，关切地询问白狼队众人是否安好。彭家大院的长廊下，彭瑞妍凭栏远眺，眉宇间满是沉重的忧虑。母亲走到她身边，劝她回屋避避这凛冽的寒风。彭瑞妍看着远方，坦言丈夫已经在风雪中露宿多日。母亲表示，彭家武者向来习惯冒雪前行，但彭瑞妍心里明白，他与那些打打杀杀的武者完全不同。直到不久之前，他都还只是个耐心的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的温和书生。彭瑞妍正暗自出神，瑞珍一路小跑着赶了过来，口中急切地呼喊着母亲与姐姐。见瑞珍神色慌直，母亲赶忙询问情况。瑞珍顾不上喘口气，便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白狼队不仅平安归来，更是将极恶魔头彻底斩杀。话音未落，白狼队众人便已昂首步入大门，手里正提着极恶魔头的首级。看着那颗没了气息的首级，旁观众人皆是不敢相信，谁也没想到白狼队的实力竟已强悍至此。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家主这次定会重赏白狼队。彭瑞妍抱着绿赶了过来，兴奋地高喊着夫君。于云辉温柔地看向妻女，轻声回应自己回来了。一行人随后踏入大院深处，家主已在大殿等待召见，要亲自重赏成功除魔的白狼队。泰山紧紧握起拳头，沉声喊住了队长。他坦言大家实在无法接受把斩杀大魔头的功劳归给整个白狼队，毕竟当初若没有队长独立抗敌，众人早已沦为魔头的掌中物，根本不可能砍下对方的首级。大帝也跟着附和，直言这全是队长一人的功绩，大家绝不愿冒领这份荣耀。说罢，白狼队全体队员肃然抱拳，请求队长向家主如实说明真相。云辉笑着打断大家，直言众人实在太过于耿直。他表示这件事到此为止，自己最厌烦引人注目，更不想日后被麻烦找上门。听到这话，泰山顿时反应过来，连忙追问家主是否知晓他的真实实力。于云辉平静地承认家主并不知情，就连妻子同样不知情。队员大惑不解，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出手暴露实力？于云辉坦言，自己既然刚接任队长，就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属下丧命，因此他叮嘱大家绝不要将斩杀魔头地功劳揽在他身上，倘若真相泄露，只会给他带来无穷的麻烦。队员听完这番话，高高举起拳头，有了新的主意。队员担心日后若有其他魔头成群寻仇，于云辉却笑言来多少就能斩杀多少。听着队长如此云淡风轻的撂下狠话，泰山也只能无奈接受。有这般实力坐镇，倒也无需多虑。泰山随即面向全队高声下令，要大家打起12分精神，只要跨进眼前这扇大门，白狼队便将作为斩杀大魔头的功臣，明抢天下。于云辉微微一笑，带着大家迈步向前。大殿厚重的木门在面前缓缓敞开，家主彭木刚威严端坐于主座之上，称赞白狼队这群家伙竟真立下了天大的功劳。泰山带着众人上前抱拳致谢，彭木刚开怀大笑，直言今日心情大好。泰山看着这一幕，心神久久无法平静。他很清楚家主为何会如此隆重接见，毕竟那个横行一方的大魔头，连正邪两派缉拿多年都无可奈何。哪怕此前向家族汇报时，声称对方在据点早已身负重伤，但那魔头的实力依然极其恐怖。可偏偏就是这样可怕的人物，竟被自家队长独自一人当场斩杀。看着眼前欢庆的场面，泰山心中无比纠结，恨不得立刻向家主吐露事实真相。就在大家欢庆喜悦之际，有人突然上前向家主请示发言。他直言白狼队斩杀魔头，名号
很快就会响彻江湖。收到各方势力的邀约，彭木刚对此点头认可，承认斩杀大魔头确实非同小可。不料对方随即话锋一转，直言如此庞大的重任交给现任队长恐怕难以胜任。他连忙解释，并非贬低家主女婿，而是希望能替于云辉分担这份重担。看着这群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争权，于云辉神色自若，只觉得烦人的苍蝇又围上了门。彭木刚听出对方话里有话，顺势询问他是否有合适人选。对方当即不再隐瞒，直接推举自己的儿子多焕，称其完全有能力胜任。彭木刚提醒他此前曾强烈反对，如今态度却截然相反。对方连忙解释，当初是觉得儿子尚未准备好，如今时机成熟才主动提议。泰山刚想上前开口，就被身旁的于云辉伸手制止，示意他先保持冷静。泰山这才默默退了回去。主座上的彭木刚见状，露出笑容，顺着对方的话承认多焕确实是个合适人选。彭木刚表示，今日这种大事理应听听当事人的想法。他转头看向大厅中的白狼队，大声询问他们的意见，坦言知道大家此前并不喜欢新队长，难道真想换一个人来带领大家？面对家主的询问，白狼队全员毫不犹豫向前迈出一步，整齐划一的坚定表态，白狼队的队长就只有现在这一位。大殿的风波刚刚平息，父亲因为被白狼队当众拒绝而神色沮丧，多焕却显得十分从容。他冷静地分析，白狼队刚立下大功，解除了禁足，自然不敢在此刻得罪家主与大小姐。父亲听后非常赞同他的看法，但多焕回想起白狼队当时的表现，心里却隐隐觉出了一丝古怪。白狼队不仅当场拒绝了家主，全员的态度更是异常坚决，明确表示今后只愿跟随现任队长。看着白狼队如此死心塌地，多焕坐在桌前陷入了沉思，想不通那位看似平庸的新队长究竟凭什么能让这群人如此忠心。多焕向父亲坦言，如今的白狼队与往日截然不同，仿佛找到了支撑整支队伍的主心骨。父亲直言，只要现状持续下去，白狼队绝不可能轻易背叛队长，想换人就只能逼对方主动退位。面对父亲的询问，多焕微笑着表示自己会亲自出手试探，看看这根主心骨究竟有多稳固。另一边，绿高兴地推开房门，飞奔着扑向门外的于云辉。于云辉顺势将女儿抱在怀里，温柔地问她自己不在时有没有听话。绿窝在父亲怀里撒娇，说自己这段时间吃得可好了。于云辉被女儿蹭得发痒，忍不住笑了起来。可站在一旁的彭瑞妍脸色却显得异常沉重。于云辉见状，赶忙开口说明，表示家主对这次除魔十分满意，自己也能借机好好休息一下。彭瑞妍听完，却深深叹了一口气，严肃地希望于云辉能退出白狼队，让于云辉顿时愣在了原地。彭瑞妍紧接着道出心中的后怕，原本以为只是去剿灭普通山贼，谁能想到竟会遭遇手握无数性命的大魔头。在他眼里，于云辉并非彭家武者，绝不能再继续冒这种生命危险。彭瑞妍直言，于云辉平时除了抱女儿，连中午都没提过，一旦卷入打斗出了意外，母女俩又该依靠谁来生活？看着担忧的妻女，于云辉心里无比自责，本以为把功劳推给白狼队就能平息麻烦，没想到还是让家人背负了恐惧。他当即道歉，并提出明天就辞去队长职务。可话还没说完，彭瑞妍便伸手按住了他的嘴，嗔怪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彭瑞妍心里其实十分明白，于云辉早已对白狼队产生了感情，况且以他如今的处境，也不是想退就能轻易退出来的。他神色一凝，要求云辉必须郑重答应他2件事。面对彭瑞妍提出的2项约定，于云辉听完只能乖乖地点头应允。转眼1周的时间过去，院子里传来阵阵稚嫩的呼喝声，绿手里拿着小树枝，正有模有样的挥舞练习剑招。于云辉手握木刀站在一旁，耐心地指导着女儿的一招一式。第一件是尽量远离危险的任务，第2件则是让她无论如何也要开始习武。于云辉顺势收刀停下了动作，院中忽然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河北彭家的多焕主动上前行礼，直言终于见上面。早就对于云辉的大名久仰多时，多焕主动提到于云辉练武的事，笑言消息在族里传得飞快。可看着眼前这个毫无根基的队长，多焕心里满是不屑，想不明白白狼队为何会服从于他。回想起当初斩杀大魔头后，于云辉立下大功，却一言不发。泰山甚至还曾专门告诫过他，让多焕千万别做蠢事。收起心思后，多焕笑着提出要帮忙指点习武，询问于云辉意下如何。于云辉顺势询问具体该怎么指点。多焕见状，连忙解释，光练基础未免太过于枯燥，真正想提升实力，就要靠实战。听着这番冠冕堂皇的话，于云辉早已看透对方打的什么算盘，却还是配合的装作不知情。多焕顺水推舟的提出，不如2人来一场简单的切磋，自己可以当场指点他的不足。于云辉听完一口应下，爽快地答应了这场切磋。多焕让于云辉把刚才练习的招式展示一遍，自己好帮忙指点其中的不足。于云辉顺势挥木剑演示了一招，多焕指出他下盘不够稳定，出招时容易被手中的兵器牵着走。面对于云辉苦恼的模样，多焕安慰说刚开始习武都这样，紧接着便提出让他向自己发起进攻。多焕大放言，让于云辉尽管用尽全力，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受伤。谁知话音未落，于云辉脚下一踏瞬间发力，掀起的劲风扑面而来，多焕的表情顿时凝固在了脸上。于云辉顺势一木剑正面劈下，庞大的杀意瞬间将多焕彻底笼罩。
多焕眼前仿佛浮现出恐怖的怪物异象，庞大的压迫感压得他根本无法反抗。多焕被这股气势吓得失声尖叫，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地。于云辉收起木剑站在他面前，平静地询问他没事吧。多焕瘫坐在地上，难以置信，脑海中一片混乱，完全想不通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晴空之下，白狼队全体队员整齐列队集结。于云辉走上前来，关切地询问大家这段时间休息得如何。队员们齐声响亮回应。见众人似乎有事相商，于云辉随口打趣，问大家莫非是对他这个队长仍有不满，想要逼他退位。这话下的队员们赶忙摆手否认，争先恐后的解释先前的事情全是由前副队长一手操办，他们根本毫不知情。泰山咳嗽一声打断议论，坦言历经上一场苦战后，大家都看清了自身的短板，这次能活下来全凭对长相救。于云辉顺势追问大家的想法，队员们当即躬身抱拳，坦白白狼队想要变得更强，请求于云辉亲自指点训练。面对队员们真诚的请愿，于云辉若有所思地看向大家，一口答应了下来，但同时也提前打下招呼，让大家做好吃苦的准备。队员们闻言顿时惊喜万分。话音刚落，严酷的特训正式开始。白狼队队员们扛起笨重的巨石，在烈日下咬牙苦撑，痛苦哀嚎，而于云辉则悠闲地端着茶杯品茶。在他看来，身体才是承载武功的容器，唯有锤炼出强健的体魄，才能承载更高深的武艺。看着苦苦支撑的队员，于云辉深知他们有着冲向更高境界的潜力。与此同时，多焕正躲在屋顶上方，偷偷俯瞰着场内的特训，看着白狼队全员咬牙扛实的疯狂模样，多焕满心惊诧，想不通大家到底是为了什么，竟能拼命到这种地步。那天多焕本想给新队长一个教训，却被那股恐怖的杀气彻底吓破了胆，噩梦从此缠绕着他，让他断定于云辉绝非普通书生，便决定亲自查清于云辉的真实身份。然而当他暗中潜入观察时，却撞见彭瑞妍正温柔地提醒女儿。绿张开双臂，高兴地扑向于云辉，看着眼前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多焕甚至忍不住觉得成家也不错。意识到自己的心思完全跑偏，多焕连忙甩了甩头，强行让自己清醒过来。多焕折腾半天一无所获，屋顶上的动静让底下的于云辉听得清清楚楚，随手合上了手里的书卷。此时特训终于结束，于云辉肯定了白狼队队员的表现，并许诺只要大家能坚持完成训练，就一定会实现他们的愿望。听到队长亲口承诺，队员们顿时士气大振，齐声回应绝不放弃。这一幕让屋顶上的多焕彻底懵了，完全搞不懂于云辉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全员露出如此狂热的眼神。趁着夜色，于云辉独自一人走进了树林，躲在树后的多焕暗自发狠，觉得这正是揭开于云辉真面目的绝佳机会。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于云辉的身形便陡然一闪，瞬间消失在原地。多焕心中大惊，唯恐把人跟丢，立刻施展身法，紧追着对方的气息向山顶奔去。多焕拼尽全力，好不容易才追上于云辉的脚步。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文弱书生竟能施展如此惊人的身法。可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就看到于云辉正手持长剑，安静地站在夜色之中。紧接着，于云辉手中的长剑泛起耀眼的金光，一剑挥出，惊人的剑气直冲云霄。这震撼的一幕让躲在暗处的多焕彻底看呆了。磅礴剑气直贯长空，硬生生将山顶上空的阴云一分为二，露出了原本被遮蔽的星空与弯月。惊天动地的一击过后，天地间重新归于平静。于云辉独自伫立在山顶崖头，神色冷峻地收剑入鞘，亲眼目睹那惊天一剑后，多焕瘫倒在地，久久无法平复。到了白天，多焕主动拦下了拿着书本的于云辉。于云辉好奇询问来意，多焕却开门见山质问斩杀大魔头的真正高手是不是他。在多焕看来，哪怕魔头身负重伤，凭白狼队的实力也绝不可能将其斩杀。面对质疑，于云辉反问是不是对白狼队的评价太过苛刻，多焕则强调自己从小与他们一起长大，对大家的实力最清楚不过。多焕看出于云辉心中早有答案，便开门见山地询问他今后究竟有什么打算。于云辉坦言自己只想在这纷乱的世界里倾尽全力守护挚爱的妻女以及身边这群同伴与安身之所。可说到这里，于云辉眼神陡然变得冷酷，语气中透出不容置疑的决绝，警告任何企图伤害他们的人，无论对方是谁，自己都绝不留情。感受着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坚定与威压，多焕彻底被眼前这个男人所震撼，他心中只剩下深深的敬佩，萌生了想要与他并肩作战的念头。多焕当着白狼队众人的面单膝跪倒在于云辉面前，他双手合十俯首行礼，郑重请求从今天开始追随队长，甘愿为他效力。于云辉背手而立，微笑着看向眼前向自己效忠的多焕。练武场上，队员们正刻苦地挥刀练功，路过的路人忍不住暗中议论，不敢相信他们真的斩杀了大魔头。于云辉看着场上拼命训练的众人，心中深知这并不奇怪，眼前这群白狼队队员在前世可都是以赤狼之名纵横中原的高手。于云辉暗下决心，这一世绝不能让大家和自己再落得前世那样悲惨的下场，他必须亲手改写众人的命运。就在队员们苦练正欢时，于云辉却突然宣布给全队放整2天假。队员们听完瞬间急了，非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围着于云辉拼命质问，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情才会被惩罚。面对队员们的哀求与抗拒，于云辉耐心地开口解释，苦练并不是变强的唯一途径，在于云辉眼中，队员们的身体早已透支到了极限，必须学会休息才能真正提升，便硬性要求全员认真休养。面对队长的命令，队员们只能乖乖垂头接受。
这时有人注意到于云辉今天并非独自前来，只见绿正偷偷从门后探出头来，可爱的模样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绿乖巧的向队员们打了个招呼，呆萌的模样瞬间把白狼队的硬汉们给萌翻了。大地笑着凑上前，没想到绿一看到他，吓得立马缩回了于云辉身后，只留他在原地大感意外。于云辉见状忍不住打趣说，绿当初第一次见到家主都没害怕。大地委屈的哭了起来，坚称大家见到自己都是感动落泪，同伴却揭穿那分明是被他吓哭的。就在他伤心擦泪时，绿默默拿出了一块手帕，他贴心的安慰大地别哭，将手帕递到了他的手里。大地感动的连忙双手接过，喜滋滋的直呼小小姐。这时瑞珍微笑着走了过来，称赞白狼队最近刻苦特训，名声早已传遍了家族。于云辉赶忙谦虚回应。瑞珍话锋一转，坦言今天过来是有事想找于云辉帮忙，随后便邀请于云辉随他一道出门散心透气。瑞珍带着于云辉来到村落，村民们热情地围上前打招呼，纷纷呈上新鲜的面点，表达对瑞珍的感激之情。瑞珍客气地收下食物，叮嘱大家若有困难随时找他。面对村民无以为报的感慨，瑞珍笑着劝大家安居乐业即可。两人随后来到山林深处的凉亭歇息。于云辉提起妻子的讲述，好奇地打听起瑞珍过去生活的地方。瑞珍坦言，那是座民风淳朴的村庄，也是自己每当心里发闷时常去的地方。当年他曾从山贼手中救下村民，没想到大家非但没有感激，反而全都在埋怨责怪他。村民担心他一时兴起就完人就走，反而会让大家招致更惨的报复。于是他当即许下承诺会彻底保护村子到底。起初根本没人相信他的话，直到瑞珍一次次前去照料，大家才终于对他卸下防备，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倘若当年自己没能活下来，就再也没机会履行这个约定。瑞珍坦言自己一直没能有机会向当年那位救他一命的恩人道谢。说到这里，瑞珍看着身旁的于云辉，直言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他深信当年救下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于云辉。瑞珍坦言自己此前虽有怀疑，但于云辉当年会出手，是因为早已把他当成了真正的家人。他理解于云辉隐藏实力必有隐情，可随着时间推移，往后惹上的麻烦恐怕只会越来越多。他建议于云辉不妨多信任家族一些，即便展露实力，家族也能成为他的靠山。面对这个提议，于云辉有些出乎意料。瑞珍劝道，即便不去争夺大权，也该过得自由自在。他明确表态会坚定站在于云辉这边，直言两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与此同时，彭家府邸内却议论纷纷，族人们私下讨论着即将到来的恶徒，惊讶于家主居然会把这群凶煞之人破例当作贵客招待。面对担忧与询问，彭木刚双手抱臂，显得毫不在意，反而笑着询问对方是不是到了现在还在反对。对方严肃提醒彭木刚，来者正是武林盟打造的舍灵团，这群人的恶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舍灵团本是武林盟为了对抗黑门，从小亲手培养出来的精英武者，他们名义上是以结业修行为由，拜访各大世家寻求指点，实际上所过之处全在挑起纷争，其中巨准甚至当众侮辱某家家主，还当场打断了对方儿子的双手，就连南宫世家与唐门也未能幸免。名门尚且落得如此下场，无名小派受到的祸害更是难以估量。对方劝彭木刚趁现在回绝这群人，面对劝阻，彭木刚态度坚决，表示既然早已答应接待，无论对方是善是恶，都将按原计划按时会客，如果直接拒绝只会招来更多麻烦，倒不如先静观其变。此时在能俯瞰彭家府邸的山崖上，舍灵团一行人已然抵达，正居高临下俯瞰着远处，冷眼等着看这场热闹究竟如何收场。彭府弟子在门口恭敬行礼，引着远道来的客人步入府内。名声狼藉的舍灵团终究还是踏进了彭家的大门，背负常见的郭士斗满脸挑衅，好奇这河北第一世家会不会像之前的世家少主那样有趣。旁边的严肃一随口吐槽，上一家少主功夫太差，衣品更是低俗。高马尾的于云卓提起传闻，听说彭家最近刚刚斩杀了极恶魔头。面对郭士斗的不解，严肃一当场发声嘲讽，走在最前方的领头人出声打断，提醒众人收敛言行，表示这里不过是另一个即将为他们提供指点的地方罢了。领头人再次叮嘱众人保持安静，大家跟着领路弟子继续深入。不远处的前院里，侍从正陪着绿在场地上踢球，绿闭着眼睛猛地踢出一脚，呆萌的模样把侍从给逗笑了。这可爱的一幕瞬间吸引了严肃一的注意，忍不住夸赞起眼前这可爱孩子。舍灵团众人顺势询问孩子的身份，领路弟子暗感不妙，只能坦白这是家主的亲孙女绿。得知眼前幼童的特殊身份，领头人若有所思地望了过去，顺势提出想见见绿。领路弟子急忙开口劝阻，表示家主还在前厅等候，希望大家能先去拜见家主。话音未落，严肃一怒骂一声放肆，直接一巴掌扇在弟子脸上，嚣张的表示舍灵团想见谁，区区下人也敢阻拦。郭士斗更是狠狠揪起弟子的领口，拿其他世家的惨状当场威胁。于云卓也在一旁阴险嘲笑。还没等郭士斗继续叫嚣，一个蹴鞠球突然飞砸过来，精准重重砸在郭士斗脸上。立即忙跑上前抱住球，气呼呼地冲着舍灵团众人喝止，叫他们不许欺负下人，还奶声奶气地骂他们是一群大魔王。被个小孩子当面骂成大魔王，严肃一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伸手弹了绿一个脑瓜崩，还傲娇地表示看在绿可爱的份上，自己这才手下留情，
挨了一记脑瓜崩的绿，额头上泛起一阵剧痛，委屈的当场哇哇大哭起来。没等严肃一的一朵酒，大帝便挡在他身前，厉声质问他对小小姐做了什么。郭士斗见状上前反问：难道彭家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大帝却丝毫不退，直言只有懂规矩的才配叫客人。被当面回呛的郭士斗顿时面露凶光，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这时领头人笑着拍手打断，劝大家不要让误会继续扩大。泰山冷冷看着眼前的几人，当场亮明自己白狼队的身份，要求对方必须给出一个交代。面对泰山逼人的气势，领头人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假意客套致歉，顺势提出要以习武之人的方式，通过切磋比武来解决争端。他借机捧起白狼队的名声，步步紧逼，想要掌控局势。泰山一眼看穿这是个圈套，知道若贸然应战，就落入了对方节奏，实在没法向队长交代。看着受委屈的绿，他心中的怒火难以遏制，瞬间捏紧了拳头。面对挑衅，泰山最终还是应下了这场切磋。与此同时，在家主阁内，瑞真正质问彭木刚放舍灵团入府是否另有图谋。被说中心事的彭木刚却闭口不谈，敷衍了过去。话还没说完，侍从就慌忙冲进来通报，舍灵团不仅动手打了侍从，竟然连绿都没放过。得知此事的彭木刚当场暴怒，嚷着要亲自过去讨要说法。瑞真见状，连忙开口劝阻，直言家主若亲自出面，只怕会让局势彻底失控，不如由他先行一步去处理。彭木刚这才强忍怒火，点头应允。与此同时，演武场上，领头人见泰山应下挑战，便客客气气地上前致谢，顺势提出双方轮流登场，以交流切磋的名义逐一对决。泰山提醒大帝切磋时下手留些分寸，大帝随即登场，当众校正舍灵团谁先来应战。舍灵团的郭士斗主动站了出来，双方行礼后，切磋瞬间爆发。然而刚一交手，大帝爆发出的强悍力量就直扑而来，对方被这沉重的压迫感震得心中大惊，完全没想到对方实力竟会如此凶悍。郭士斗被一脚踹飞，狠狠砸倒在地，只觉得对方坚硬的犹如磐石。见郭士斗没有动真格，舍灵团的领头人当场出声打断，警告他别给培养自己的武灵盟丢脸，必须拿出绝不能败北的态度去打。面对顶头上司的训斥，郭士斗赶忙低头认错，随即缓缓握紧剑柄，收起漫不经心的神态，冷声示意切磋继续。下一秒，郭士斗瞬间拔剑抱起，招式不再有丝毫保留，这一剑带着凛冽的纯粹杀意。大帝根本来不及招架，擦身而过肩，大帝的颈部已被割破，鲜血顺着剑刃不断滴落。泰山赶忙上前按住大帝的伤口，言辞质问切磋为何直奔要害。舍灵团众人却在旁风凉嘲讽，直言一点小事没必要大惊小怪。领头人赵明呵指手下，客客气气的主动低头致歉，可他随即话锋一转，神情戏谑的反问这有没要了性命。话里的傲慢让泰山大感震惊，赵明甚至轻描淡写的表示白狼队员又没费了功力，不如让切磋继续下去。泰山厉声质问刚才那分明是杀招，赵明却以已经道歉为由敷衍了事。他笑意盎然的直言，难得来彭家一趟，自然要玩得尽兴。泰山正为对方的猖狂怒不可遏，身后突然传来沉稳的脚步声。于云辉冷冷应下了继续切磋的提议，他当场亮明身份，表示既然舍灵团远道而来，这场比试白狼队接下了。赵明见状拱手相迎，称赞于云辉通情达理。可于云辉随即露出一丝戏谑，提出既然要比，不如把规则变得更有趣些。于云辉主动提出由自己一人接受车轮战，他甚至表示自己虽是队长，但武功在队里其实最弱，不过刚学会些皮毛。赵明心生疑虑，但还是顺势应了下来。比试就此展开，舍灵团的郭士斗提剑上前，半交急促的呐喊声，出招直扑于云辉而来。面对扑面而来的利剑，于云辉侧身迎击，仅仅一招交错，郭士斗就被重重震飞出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舍灵团众人大惊失色，轻松化解招式的于云辉随口叫阵，让下一个继续。领头人赵明目睹这一幕，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怀疑于云辉一直在故意隐藏实力。自视甚高的赵明当即走上演武场，随即提剑向场中央迎了上去。于云辉顺势提醒对方小心，还顺便调侃赵明经验不足。被彻底激怒的赵明不再保留，直接引爆全身真气，发誓要当场废了于云辉。观战的泰山一眼认出，赵明起手用的正是12尊者中剑帝的独门绝学，年纪轻轻能掌握这等功法，即便是队长级对手也绝不能轻视。面对气势拉满的绝学攻势，于云辉依然神色从容，沉稳提剑，等待对方发难。赵明挥剑展开凌厉攻势，招招直逼对手要害。然而于云辉游刃有余，轻松闪避招架了所有攻击，眼看绝学全部落空，赵明心中愈发急躁，他当即他的变招，将真气再次催动到极致，准备爆发出更强的杀招。赵明跃身挥出绝招杀意漫天，庞大的流星剑气轰然砸向于云辉。面对这声势浩大的攻势，于云辉只是随手一挥，便轻描淡写的将剑波彻底瓦解，全力杀招被瞬间化解。赵明被反震的连退数步，满脸都是无法接受的震惊。按赵明原本的预想，这一记杀招过后，对方本该跪在他脚下求饶，可自己的全力一击居然被对方轻而易举的挡了下来。还没等赵明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于云辉已经悄然逼近，笑着提醒他，现在该轮到自己出手了。赵明闻言大惊失色，于云辉缓缓拔剑出鞘，庞大的真气威压瞬间爆发，强烈的压迫感将赵明彻底笼罩。
面对于云辉爆发出的恐怖剑势，赵明甚至连招架的动作都做不出来，一道凛冽的剑芒当头劈下，强悍的真气瞬间冲破了他的防御。赵明当场失去意识，眼珠翻白，瘫软下去。于云辉当场宣布切磋到此为止。眼看队长干净利落的解决战斗，白狼队全员顿时发出阵阵欢呼。于云辉上前询问队员的伤情，确认伤势并无大碍。另一边的舍灵团众人看着惨败的赵明，脸上的神情愈发凝重。瑞珍笑着上前祝贺，表示此战定能让白狼队名声大噪，自己会向武林盟聚实汇报，绝不会暴露于云辉的真实身份。于云辉却出言制止了瑞珍，示意不必多此一举。身后刚刚苏醒的赵明，眼神中充满了怨恨与阴沉。赵明因惨败彻底失控，怒吼着砸碎了周围木栏，内心充满了极度不甘。输得体无完肤的他，当场下令所有人离开彭家。同伴见状上前劝阻，希望至少留下一天调养休息。可气头上的赵明根本听不进劝告，他眼神一狠，直接动手一拳打飞了同伴。赵明还不解恨，踩着倒地的同伴厉声警告：谁若敢再多说一句，自己绝对会要了他的命。到了夜里，赵明带着手下众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彭家。舍灵团一行迅速消失在夜色中。高处的屋顶上，于云辉正静静注视着他们远去。深夜的山林间，舍灵团众人正快速穿行。走在前面的赵明脑海中不断浮现交手的画面，于云辉拔剑时爆发的恐怖杀意，是他这辈子从未体感过的绝望。那一刻产生的死亡威胁，甚至让他彻底尊严扫地。赵明暗自捏紧双拳，强行劝自己不要再去深究，只要今后不再与那个人有所交集，凭借自己的天赋，未来依然一片光明。正当赵明还在自我安慰时，几颗黑色的圆球突然滚到众人脚下，还没等舍灵团反应过来，圆球便瞬间炸裂开来，浓烈的紫黑色毒雾迅速蔓延。有人赶忙大声提醒大家屏住呼吸，可毒气已经将整支队伍死死包围。月光之下，三道诡异的身影悄然降临。为首的黑衣人居高临下看着众人，冷笑一声，直接点出了舍灵团的身份。舍灵团成员认出对方身上的骷髅标志，正是天魔焦赫赫有名的黑死队。对方冷笑着表示，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送上门来。舍灵团众人顿感不妙，因为吸入毒物，此刻全员真气被封，根本无法提气。被恐惧冲昏头脑的于云卓不顾同伴阻拦拔腿就逃，没想到还没跑出几步，一把利刃便从背后刺穿了他的头颅，于云卓当场倒地身亡。黑死队老者大声嘲讽，直言武林盟培养出来的所谓天才，不过是个让人发笑的笑话。面对眼前的绝境，领头人赵明迅速冷静下来，他断定对方没有直接下死手，必然是有所图谋，就算无法保全所有人，他也必须想办法让自己活下去。赵明主动站出来，直截了当地询问对方究竟有什么目的。老者闻言冷笑一声，称赞他倒是相当敏锐。老者随即说出了活命的条件，黑死队只会从他们之中留下一人，前提是必须交出武林盟的机密，并且服下蛊毒刻上烙印，从此沦为天魔教的卧底。这番残酷的话让身后的同伴彻底震惊。面对老者开出的唯一活命名额，严肃一刚犹豫着想要争取，领头人赵明便抢先站了出来。他声称自己是舍灵团的领袖，能提供比普通队员更大的价值。一旁的郭士斗怒不可遏，揪住赵明的衣领，言辞质问。赵明却面带笑意，顺势向天魔教老者提出请求，要求对方当场除掉另外2人。老者见状哈哈大笑，欣然应下了这桩买卖。眼看赵明为了苟活不择手段，郭士斗彻底陷入愤怒与绝望之中，与严肃一在诅咒声中倒下。老者宣布征用赵明的性命，要他拿出价值来证明自己。赵明笑着拱手领命，答应会听从命令。可话音刚落，一道血光骤然划过，黑死队几人的首级被当场斩下。赵明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只见月光下的高崖之上，缓缓立着一道持剑的身影。对方居高临下的冷冷开口，直言赵明果然做出了预想中的选择，若是他能将正义坚持到底，命运或许还能有所改变。算计彻底败露，赵明歇斯底里的大声辩解，直呼自己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活命。于云辉冷笑着表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话音未落，一道飞刀便直插赵明要害，苟活到最后的赵明当场气绝身亡。看着遍地的尸体，于云辉吩咐瑞珍处理现场，对外宣称黑死队与舍灵团同归于尽。瑞珍担心，如果直接对外隐瞒真相，舍灵团反而会变成正道英雄。于云辉却根本不在乎，直言名声对死人毫无意义。表面附和的瑞珍心中无比惊恐，因为对方不仅料到黑死队会现身，甚至连赵明受诱惑叛变都在掌控之中。瑞珍望着月色，若有所思，对于云辉看透未来的手段感到了深深的疑虑。黑死队与舍灵团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了天魔教内部，正在作画的大佬听完汇报，停下了手中的毛笔，他厉声质问手下：黑死队的高层干事怎会死在一群毛头小子手里？面对逼问，手下低头无言。大佬深觉此事有辱教门威严，心中顿生厌烦，他抬手间爆发强悍真气，凭空扣住手下的咽喉，当场将人惩处。被真气重创的手下当场倒地气绝。大佬咂了咂嘴，断定此事绝对另有隐情，他倒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操控这一切。